OK，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马上就要来到我们2024年的10月了。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就是我们的10月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的整体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灵性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朋友们。10月将会是一个有着重大转变，并且呢，转变的过程当中，一些部分的事件已经尘埃落定的月份啊。我们的冥王星呢，当下逆行在摩羯，那马上呢就要恢复顺行了。而在这个月份当中呢，也是季节转化比较明显的一个月。那希望大家呢，首先照顾好我们的个人身心状态，再者就是迎合着外界的变化，我们更多的是做好内在的调整和内在的吸引。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月份当中充实、幸福和美满。感受宇宙更多的、更高维度的能量给予我们的照拂和给予我们的保护、支持。你们是被爱的。那10月呢，也是我们天秤座宝宝们的生日月份首先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天秤座宝贝们生日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心愿达成，好运相伴。那在我们的第4则影片当中呢 ，Starcy 也会寄出宇宙的祝福，看一下我们天秤座宝贝在生日到来的这一个月到未来的这一年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送给大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 Starcy 的祝福。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我们开始进入今日的冥想环节。那我们会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帮助大家做一下能量的调整。好，来对齐我们的脉轮，净化一下我们的空间场。好，大家可以寻找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状况底下，可以闭上双眼。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简单快速的调节。让我们轻轻的调整呼吸，再缓缓的睁开双眼，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好，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我们的10月运势。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月份当中整体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健康方面啊，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的建议及指引又是什么？好，那我们的3副组牌呢，也有对应的天人石的选项，大家可以呢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选项以及画面来进行一下感应和链接。好，我们最左边的第1副组牌，好，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黄色水晶石。好，我们的黄色水晶柱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黄色。我们中间的1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绿色萤石的水晶柱。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第2副组牌，绿色萤石。好，这是我们第2副组牌的参照选项。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紫色水晶柱。好，一颗紫色水晶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颗水晶石正在散发和连接的传递的能量讯息，是否是对应我们的呢？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接的呢？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这就是你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一颗黄色水晶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10月运势啊。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整体能量讯息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感情、事业、财富、学业、灵性、健康等等方面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指引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1组的朋友们。好，第1组对应一颗黄色水晶柱。好，非常可爱的一颗水晶石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先揭晓一下。我们看的是OK，Believing in magic， 相信魔法，相信奇迹啊。True magic is abounding in my life。 好，真实的魔法正在我的世界当中显化和展现。我看到很多第1副组牌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收到源源不绝的好消息啊。我们看到这个魔法帽当中涌出来的是什么？什么都有啊，有财富，有讯息，有一些问题的解答，有美好的礼物，有美好的连结甚至有智慧和权力啊。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符号。真实的魔法是什么？我们想从这个魔法帽当中变换出什么？我们当下最需要什么？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有一种心想事成、愿望成真的感觉。如果之前一些朋友你们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你们正在等待一些答案，你们正在等待这个事情往前发展的一些步调等等，这个10月份宇宙会帮助你们去对齐你们这个频率调和你们的频率，跟着宇宙的步调，有可能显化的更快，有可能是你们之前投射了愿望，而宇宙在跟随着你们进行这场显化。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更多的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收获到奇迹我们看到这个 magic 魔法，魔术师呢也是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当中的 OK， 我们的1号牌0号牌是愚人牌，魔术师牌是1号牌。所以1号其实也代表了一个好开天辟地，创造一切，它也会承接着我们上面这个世界牌和愚人牌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这个10月其实也是给我们第1副组牌朋友承上启下来的。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有转运的感觉，也会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受。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也会
直接的、间接的收到一些宇宙的信号，会帮助你们做下一步的决断。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觉得舒畅啊，会觉得舒服自然，或者说体面啊。为什么？你们等待的一些好消息来了，你们等待的好时机来了。也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呢，会轻松怡然自得一点，有可能你们会度一个比较好的假期，有可能你们会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秋季或者说南半球的春季的一次深刻的沉淀。在这个沉淀的背后，我看到你们会感受到宇宙深深的祝福。整个的月份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呢，是在我们的月初会形成一个日食大约是10月2号到3号左右。在我们的月中呢，会迎来这个冥王星的顺行，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会觉得过去的一些类似于障碍类似于卡住类似于一些业力会面临到非常快速的一个解除，然后一些朋友会有一种冲到马拉松的这个终点的感觉，你没有冲破终点线那一种怅然快乐。好，所以把这个信息呢，先送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当中会发现魔法、发现奇迹的什么是你们在之前的半年当中，有可能是播种的，有可能是许愿的、显化的，在最近也是非常容易成真。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总体能量整体能量是怎么样的。我们第一组牌朋友的10月，看一下这个信息我们洗牌。第一张 Four of Wands 权杖4号的逆位。好，第二张牌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的正位。好，我们再看一下10月能量是如何的。我们看到这个 Devil 出现了。好，我们继续洗牌来看一下，这边出现 Tower in Reverse 塔牌的逆位，很多大牌我们再抽最后一张，看一下第一组朋友10月的能量。好，这边我们卡牌出现了 Eight of Cups 圣杯8号的逆位，你们走出来了。首先恭喜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个10月困惑你们已久的，我看到有可能是这个土星逆行这个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从5月到当下一直卡住的某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在冲出你们的安全舒适区域，你们在冲出你们的固定范围，我看到你们已经突破重围了。有一些朋友在去重建你们的生活，比如说之前离开了一些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承诺性关系有可能一些朋友搬家，或者说正在去面临融入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氛围，这些全部都在10月当中正在有一个更好的，可以说是更好、更上一层楼的解法。我们看到恶魔牌配命运之轮牌还有塔牌的逆位，代表了你们可以在这个10月当中，首先冲到或者说拿到宇宙给你的第一份宝贵的冲关令牌，可以去度过当下某一个难关和困境。有一些朋友呢，有可能这个只是比如当下的一些难关和困境只是恶魔的一个影子你们会在这个影子背后感受到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们会发现有一些恐惧和一些压迫你们的问题已经完全在这个10月被驱散了，原因在于命运之轮转动了，有些事物正在往更好的方向转变，并且呢，让你们有可能安全的离开了某一个对你有威胁、对你有不安全的影响力、对你有一些影射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首先这个恐惧的投射在结束外界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看到的一切外界的信息都是我们的心的投射，所以有可能我们的正心和正念也正在慢慢的帮助我们解决外界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 magic 也代表了真正的魔术和魔法是什么？是调整心念，完成我们真实的显化和投射。看到这个恶魔牌它就是一个投射，有没有？有更多朋友在这个10月你们会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之前你们在等待的一些事情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心中存在疑虑和不安全感的问题，在10月当中你们会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解答和解法。这个给自己的解法并不是自我安慰，也是客观现实给予你们的非常简单直接干脆的一个回响。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你们度过了试用期，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很好的转换了你们的这个家居，比如说搬家了，或者说有一些正在代办的事宜正在很好的落成。
在感情方面呢，有些朋友有可能已经解决了一些旧有的感情压力，或者说这种拉扯型的感情关系呢，在这个月份当中会变得更加轻松、自然和和谐。你们其实也在过关啊，一些朋友我觉得名利情这几个关有可能你们在过啊，或者说健康关之类的。这个月份当中比较好的就是正向转折和正向转变，之前看起来落不定的一些事情，没有声音没有声响，或者说突如其来的转变，在这个月份当中会被你们很好的承接，会被你们很好的利用，甚至你们会利用这种转变，让你们处在一个更好的姿态来面临未来。而整个这个月份里边，我感受到第一组的朋友虽然说在气氛上稍显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沉重，有一点点的这个余温的影响啊。不过圣杯8号的逆位代表你们走出去了，你们有可能真正找到了你们的，比如说归属，或者说你们在追求的是什么，你们不再迷茫，也不再回避。所以这个月份也是非常积极的去迎战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刻。整个这个月份呢，也会有一种秋之肃杀的气氛，所以有一些事实和真相有可能会曝光在第一副紫白朋友的眼前。但我看到对于你们来讲，反而是非常明确、非常好的一个转换点。那抓住这个月份的一些时机啊，不少第一副紫牌的朋友可以突破重围。当然了，这个也考验我们内心中的感受，我们这个心魔啊，或者说我们情绪上会不会被困惑住。只要不被情绪困惑住，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基本上你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非常踏实的，而且你们也会在这个当中呢找寻到智慧的一些解答。所以这个牌是一套非常好的卡牌。那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虽然说我们这个课题啊，我们面临到的是命运之轮啊，恶魔牌和塔牌，可以说是土星、冥王星、海王星的多重的或者还有天王星也在逆行啊。我们这个下半年当中，这个大行星都在逆行当中，所以会让我们感受到多多少少这个客观环境的转折和变化比较大，但给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课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对于第一副组白朋友来讲，你们如何看待当下这个问题，才是有可能是转换这个问题或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中之重。当然了，幸运的钥匙在你们的手上啊！我也看到有个别的朋友，你们会有命运当中的巧合和安排，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好运和好的机缘连接到重要的人，有可能会结缘啊。比如这个月份当中会有一些不错的合约呀，不错的这个手续的办理啊，契约的关系的完成啊，也有些朋友会遇见这个命中注定之人啊。好，很神奇的一个月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总体方面的能量。这个卡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星座是比较多的，摩羯、巨蟹、牡羊座、天秤座啊。当然这是这个天秤的月份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能量。各位朋友是水象星座。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在情感方面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重新洗牌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朋友这个10月的感情。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卡牌啊，感情运势是如何的呢？我们的卡牌啊，有点滑出来，金币8的逆位。好，我们看到是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正位。我们再继续洗一下啊。好，这边出现了教皇牌的正位。有2张如此极尽又肃杀的卡牌，看一下啊，情感上。好，这边出现是吊人牌的逆位。我们再抽一张 Seven of Wands 权杖7号的正位，比较不错啊。这个月我感觉很多朋友是心平气和下来了，有一种凝神静气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我看到在感情里边，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思路非常清晰，而且行动能力也比较强。这个月份里边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处在一个静静的守护，静静的放在这个地方。在感情上，你们会去做一些行动，但是不会过度，也不会太夸张。对方呢，我看到有可能在稳定的感情关系当中，对方和你也会相互的去平衡你们的阴阳能量。之前付出比较多的人，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获得收获。
之前呢有可能亏欠另外一方啊，或者说你们之间欠一个道理啊，你们需要去讲通一些事情啊，也会有一种心连心的感觉。为什么？这张金币八的这个逆位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女神正在这个武士的身上画金币，但是它形成了一个月亮的一个影像啊。这个金币八其实也有一种疗愈、守护，然后耐心去组织和建设的感觉。这边女祭司也有这颗月亮的这个信息啊，我们看到水中的这个弦月，所以说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上是能够得到疗愈和被呵护的。不过这个信息是慢慢来的，有更多朋友啊，其实教皇牌的正位在我们的传统塔罗当中呢，也代表了传统，代表对感情呢是处在一种守护状态，也代表了遵循契约和遵循诺言。这两张牌放在一起，我看到是双方都有一种慢慢的、静静的、淡淡的来的感觉啊，然后也有一种内心当中真正的守护。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进入承诺性的关系，你会发现对方在对你更加体贴，他在修正过去的一些有可能对你造成的某一种伤害、影响和小的错误。你这个牌有一种翻过来看问题的感觉啊，吊人牌的逆位，有可能你们之前的问题啊，尘封的问题，会随着冥王星的顺行呢，被真正的给出一定的结论。所以我看到啊，有可能在之前一些不公平性的问题啊，一些你们需要去静静思考的问题，会随着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气氛平和下来、平缓下来，得到一个真正的解答。这个月份当中的稳定关系，我觉得发展还是不错的，而且也会有呢更深刻的承诺，甚至一些朋友也会得到比如说求婚呐，或者说订婚呐，或者说我们未来一起走啊，这样的一些有可能是邀约，有可能是承诺性的谈话等等。金币八的逆位也代表了有可能是一些现实问题、金钱方面的、物质方面的、待解决的问题方面，两个人会静下心来呢，有可能是相互配合，有可能是更加团结的去解决。权杖七和吊人的逆位代表了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是付出型的，所以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也会做出一些付出的行动，但是有女祭司和教皇牌的加持，会让你们的行动呢更加有理有据。那也会出现一种你去行动的话，对方也会给予相同的频率的回应，所以你们的付出是有应答的。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呢，会更加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敲定啊。有些朋友会见父母啊，有可能一些朋友会去平衡相互的资产啊，会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话题等等啊。这是一个做出蛮大决定的月份，因为我们看到有命运之轮啊等等啊，这些 major arcana 大牌会出现，所以其实这个月份当中我们对待感情的一个态度呢，有可能会延长，会蔓延在未来的半年当中啊，或者说在明年的4月5月之前，有可能一些感情的格局会定下来。当然这个是不必急的，我看到这个是机缘，也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智慧啊，给出真正的结果。所以不乏在这个月份当中呢，静下心来问问你们内心当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为此呢付出真正的实践或者说行动。有些朋友，如果你的这个对象啊，或者说另外一半，有些朋友是暧昧关系啊，是被动型的，我看到会扭转，所以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可能也会被给予不错的，有可能是行动啊，或对方有可能会对你有更好的一部分的回应啊之类的。那如果是在拉扯关系当中，比如说暧昧拉扯当下有一些冷战呢，有一些小的摩擦和隔阂的，我认为这个月份当中呢，感情方面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还是一样，首先静下心来，两个人呢都会更加的虔诚和认真的来对待你们内心当中的感受。我看到有一些在水星逆行这个余温未了的时候，很多朋友有可能会有情绪上的起伏等等啊。10月的新月也包含了，其实日食已经过了，当新月出现的时候已经过了日食了。那到时呢 Stars 也会做关于日月食的大众占卜，看一下能量是如何的。那我看到在新月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你们会真正的通过理性来做出很好的判断。那并且有可能在拉扯和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当中的朋友，你们会得到比较好的，有可能是回应，有可能对方真正的是想清楚了，有可能一些冲动的行动呢会被真正的重新填补，或者说是一些过失有可能会被真正填补，有可能一些朋友会得到求原谅啊、求复合这样的讯息等等啊。
那如果当下在这个断联或者说出现关系问题的朋友，这边有死神牌的正位，我们看到啊，我们再洗一下牌，金币王子的正位，我们再抽一张，金币王后的逆位，两个人都是倔强型的啊，所以就是看谁呢熬得过谁。我认为你们首先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连结，所以你们的关系应该没有缘尽至此。因此一些朋友啊，不管是谁先联络另外一方，都是要去拉长那个战线，有可能晚晚的，比如说到了月中月尾啊，或者说你们的这个静默已经到了一定的时间呢，总会有一个人先去给出行动，而且我认为这个行动是真诚的，是基于理性的构架逻辑啊，然后去跟对方进行友善的沟通的，或者说良性的温和的带有爱的沟通。但是这个里边我看到有一些物质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比如说两个人有身份的差距啊，年龄的差距啊，背景的差距啊，这个其实是一条漫长的路，需要两个人呢权杖3相互配合去往前走。所以我也看到其实在对这个月份开始到未来的半年，感情上会有新的空气和新的气象。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做出新的选择，比如说这个关系已经拉扯很多年，它是旧有模式的关系，有可能它会以一个新的方式去建设，也有个别的朋友你们会去选择新的对象啊。当然我看到这个救援未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月份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再沟通再去整理的月份啊。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抓住这样的机会去袒露一下你们的心声，我认为对方也是理性的有诚意的。好，然后金币的出现也代表了慢慢来。有些事情在金币8出现的时候是急不得的，是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给他一定的能量的。我们看一下啊，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能量是如何的呢？我们看到权杖王子的逆位还是一样啊，急不得。这个月份是整体的大环境包括我们客观能量进行转换的月份，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是忙于工作的，感情上其实有桃花出现啊，有人在喜欢你们，甚至有可能喜欢你们一段时间了，不过理性仿佛在告诉他有可能跟你保持一段距离比较好，有可能你们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也有不少朋友呢，他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合作当中出现的人，所以在单身当中的朋友啊，我看到有可能这个你们之间相互的沟通和协作会让你们的关系走得更近一些。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在被认真的小心翼翼的喜欢着。有个朋友会说我没有感受到有人喜欢我啊，我没有感受到在我的这个方圆几里以内啊有这个人在你的身旁。其实你们身上有非常温柔的强大的一股能量和魅力啊，在笼罩着你们，所以这种能量也是你们的一个保护罩，因此呢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相反它是一种福报的展现。有更多朋友在这个秋天呢是你们去重新有可能是收获和再播种的一个月份，所以这个10月对你们来讲有可能是在事业上和个人的发展上，或者你们个人的气场啊身心灵状态做一个重要转化的月份和时间点。因此这个月出现的一些对象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半年跟我们有感情线的连接，有可能这个月退出的一些对象它就是过去的一个旧的世代啊，摩羯的世代的结束的好一个 sign 一个信号。但不管如何，这个月份的感情也是比较承上启下的。新人的出现我们需要静待一下，互相了解一下，也要给我们自己时间呢去进行一些个人的建设，情绪的平复，个人魅力的这种舒展以及缓和。我看到你们会自然而然的吸引到对的人，那如果对方啊他不是对的人的话，在未来的半年当中呢，你们也会渐渐的感受到OK 跟你们能量不再契合的人在渐渐的从你们的世界当中淡出，而能量更加重要，甚至愿意为你们的未来负责，跟你们有共同目标啊，这个目标可以重合啊，重合到两个人具有非常强烈的机缘，产生这个触缘的人呢，有可能会在未来半年出现哦。所以是单身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也可以去交友，或者说呢去做一些比如说办理一下我们的个人生活事件呢，去整理一下我们当下生活当中的琐事。因为呢这个月份我们处理和整理好了，在未来半年当中有可能会奠定我们很好的基础，包含了感情的基础啊。
这个月份里边也有些朋友会迎来喜报，比如说家族会有新的成员出现啊，个别的朋友有可能会有新的这个 baby 呀，OK， 会有这个备孕成功的消息出现啊。好，这是一个有利于我们个人能量沉淀的季节，帮助我们在感情上呢停止燃烧的这种激情和燃烧的这种晕船的上头的感觉，渐渐的平和下来，以理性去处理我们的感情。为什么？因为当感性和理性平衡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有可能会到达一个可以去进行更好发展的时候。这个我感觉是在8月到9月之后首次出现的一股清新的能量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在感情上天使和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呢？我们抽了一张天使卡，我们看到 Hello from Heaven。 好，大天使在告诉我们你爱着的人呢正在天堂向你挥手，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的担心要去释放掉你所有的忧虑，感受到爱和祝福。所以缘定天成很多朋友其实你们的正缘也包含了感情关系也在受到你周围的指导灵、守护灵，甚至是你祖先的那种帮助和指引。所以这边这张教皇牌代表了对的人会被指引连接到你的身边，有可能有一种被牵了红线的感觉。当然很多朋友当你们在一个稳定关系，或者说一段相对来讲有一点比如说没有秩序有点暧昧的关系当中，这个月份也是一个能量肃清的月份。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可以跟着这一股能量去做这个能量的转换和调节。我相信呢，天使会帮助你们在感情上有一个更好的整理，会让爱你们的人更加接近你们，你们有可能会无限的接近幸福的这个选择。好，这是我们在感情当中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你们会去接近到你们喜欢的人了。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如果前一段时间在感情上稍显被动的朋友呢，在这个月中到月尾也是一个可以去行动的时机点。你们会去散发你们的魅力，并且也会让你们心中所喜爱这个对象感受到你们的与众不同因为我们这边是相信奇迹、相信魔法嘛。好，在感情方面我们分析到这里下面看一下事业财富的这个方面，我们的讯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这边出现什么？金币1号很好，我们看一下事业财富在10月是怎么样的呢？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的是金币国王的逆位，都是金币这边是金币7号的逆位。好，我们再继续洗牌。金币侍从的逆位正位金币 OK Princess of Pentacles 金币公主。好，哇，土象家族来到我们这一组了吗？星星牌的逆位。我们再抽一张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宝剑的王子，这边权杖3号一起飞出来的。好第一组的宝贝们稍安勿躁。这个月确实你们将会看到很大的机会，甚至这个机会呢延展到未来，延展到有可能是未来半年，甚至是1年、2年、3年这个水瓶时代很大的机会会浮现出来。所以有些朋友其实在前一段时间会有一点比如说被卡住就是工作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发展是缓慢的，让你们蛰伏了蛮久。其实这个月份当中，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将会看到这个机会真正来临到你们眼前，类似于升职加薪，有些朋友是创业的，有些朋友可能是资源上的一些机会将来到你们的眼前。所以我看到你们心心念念盼望的机会将会在10月浮现出来。不过稍安勿躁，为什么这样讲金币1号代表了有一些事件的发展，它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而且是有根的、有根基的。我们在这个月反而是慢慢的、稳稳的来接近我们的目标，有可能这是一个考验的机会的到来。比如说有可能我们马上就要升职加薪了然后我们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有点卡住的，然后有一点恼人的，甚至是有点难搞的项目，有可能会有一些有点难搞的事情这都是宇宙或周围的信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这边呢是聪颖和机警的，来去弹性灵活的变动一下我们的应对方法和策略。这个月份里边呢，星星牌的逆位代表有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之前没有计划的、没有预想到的这个事件发生。当然了，星星和塔牌都是逆位的嘛，这个不是什么大的事件啊，不会是震惊到你们的，或者说我突然接到了被炒鱿鱼的信息，这个是不会的。相反啊，有一些你们意料之外的这个工作琐事啊，或需要你们急需处理的事件发生，代表了机会已经到来。当你们可以灵活的去解决，也代表了你们已经拿到了通关的证明书，或者通关的通行卷。这个月份里边，我看到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我们的经济上，都是稍安勿躁打基础的一个月。而且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已经受到了长官和一些机会的瞩目了，你们已经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了，或者说你在成功这件事情的视野范围之内了。如何去崭露头角呢？在未来这几个月份当中，一定是沉住气、稳重，并且呢一步一步的跟着前面的节奏往前去走。当然也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在投递履历，我现在在亟待一份工作啊，这个月份当中会有机会出现。不过呢，宇宙也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去进行一个甄选，因为有可能宇宙也在去尝试着问啊，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工作或这件事情的内在，它要包含一个什么样的能量？这个能量是否是跟你能够去相符合的？所以呢，还是一样，我们错过的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或者说是最好的，相反，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它并不是一句心灵鸡汤，它是一个能量硬核的重要的规律。因此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个月的月初还是觉得有点憋闷的，甚至有一些事情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需要再三的处理，有可能再三的去进行思考。不过啊，宝剑王子代表了我们的思想不会再打结，我们甚至有可能会出其不意的在天王星逆行的时候拥有了全新的应对策略，非常弹性的通关或者是突出重围。我看到这个月份里边一些朋友，你们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或者说有一些企业呀，有一些团体啊，可能会对于未来的这个季度啊等等啊做出一些展望。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 KPI 或者说一些这个业绩目标是有一点点紧张的。不过我看到啊，越是紧张或者说越是有压力的事件在你们的眼前，越是容易被突破，因为它呢是一个迷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为自己设置更高的目标，因为你们呢非常容易成倍的去达标。金币一也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可以去成立一些新的合作、新的事业，然后我们投资运也是不错的。当然了，这边的牌代表了在未来的半年时间至少是4个月当中，第一副牌朋友需要稳重，需要慢慢来，然后需要呢，反而是在我们马上就要得到这个成功之前，非常稳定的、非常谨慎的进行行事。当然，我也看到有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得到机会，如果是打算去签订契约、打算去进行合作、打算去拥有好的订单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呢，虽然机会来得慢慢的，但是它绝对是来了，好吗？有更多朋友是在你意料之外的，有可能你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你没有投注非常大热情和投注很大关注的机会，会突如其来的弹到你的眼前，相反它是最合适您的。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份里边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合作和偏财运，所以说你们这个偏财运和外财是不错的。如果在争取升职加薪的朋友我觉得还是一样沉着稳重，慢慢来。我们这个大气和我们的格局在这个月份当中会得到非常完美的体现。我觉得你们在专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不太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所影响。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是你们大将之风的体现了。然后你们的考核也已经过关。如果问财运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呢，财运一定是很不错的。我们看到金币一和金币公主但是我们的花销也感觉比较大，或者说我们要去积累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去积累它，我们要去存出这几桶金等等，速度相对来讲有点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土星还在当下在逆行当中其实土星多多少少都包含我们各个部分的一些障碍和阻碍，不管落到哪一宫位很多朋友我觉得随着土星的顺行，在11月当中到12月以及明年的2月之间，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顺利属于你们的一定不会逃跑，只是说在对的时间才会因运而生，因运而来。所以呢，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的投资呢是谨慎一些的。那我们在花销如果是大一点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投资和一种投出可以说投入种子吧，然后等待宇宙给予我们适时的回应。
如果是独立创业呀、独立做工作室，或者说在做兼职的朋友，这个月份是会有订单的，只是来的会慢一点。那我们能够去做的是什么？当然是安分的。我们说安分守己，其实好像是一个很保守的词汇，相反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有进攻性的词汇。我们安分的将我们自己的可以去做好完整和完美的事情啊做到。很多朋友你们将会收到意外的，或者说有可能会有意外的关注，会有意外的赞赏，会有意外的一些订单出现，这是你们良好品质的呈现，也是宇宙给予你们的一种正向的回馈。而在财运方面，一些朋友会说，我最近有一些，如果有些债务啊，然后有一些要去花钱的这个部分呢，金币国王和金币7号代表的有可能是固定的一些投入，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啊，我们有可能先要去舍掉一些什么，所以有可能宇宙在考验我们舍得的啊这个词汇或者这个意涵。如果我们可以去在某个部分舍的话，相对来讲你们的得，我看到是在未来3到4个月当中会比较大一些啊。这个是给一些在比如说资产上、经济上做计划的朋友的一些建议。那星星的逆位也代表了有一些朋友你们的愿望是比较美好的，但有可能有一些事情跟我们想象不一样。不过宝剑王子代表了机灵啊，弹性的进行变化，事情呢反而会往更好的方向，有可能是星星又转过来的方向在发展，因为我们有命运之轮的加持，好吧？好，这个是事业和财运的方面啊。我们看一下学生朋友啊，我们也要看一下学业的部分怎么样呢？权杖的1号有没有啊？你们都是1号牌哎，所以秋天是个非常美好的新开始啊。好，是我们这个水瓶世代和这个九子离火时代的新的开始。我们看到这边是 Eight of Swords， 好，这边是 Princess of Cups， 圣杯的公主的逆位啊。我们看一下学生朋友的学业运怎么样？圣杯的4号，我这边看到愚人牌的正位。所谓的新的开始啊，有些朋友有可能是新的学期啊，有可能这个学期已经开始一阵子了。不过在10月，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进入状态，所以这个权杖1号和愚人牌代表了你们有可能进入了新的状态，或者说一些朋友会说哇，我刚刚进入状态，但是没有关系。我认为在这个月份当中呢，相反比较新鲜的，或者说你们刚刚投入到的一些学科，或者说一些领域、一些研究的话，你们会更加具有一种积极进取以及行动能力。有个别的学生朋友有可能会因为周围的琐事和情绪产生困扰，会觉得我这样往前去走是有发展的吗？相反啊，0号牌愚人牌代表了我们可以突破宝剑8给予我们的制限。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其实是打算大展拳脚一下的，但是发现有可能我们后续的这个续航能力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动力有的时候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如何就是激励自我啊，有可能是激励我们内在能量啊，我如何让我们自己去产生一个持久的行动能力，这个是10月当中的一个课题。但是圣杯4也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当下还在去琢磨，或者说去思考和寻求什么是你们真正想要的。当你们看到那个方向，我相信你们会非常直接的向前去再走一步。这个月份当中如果有考试啊，如果有一些应试，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将会有一些重要的比如说发表等等啊，我看到有可能你们会意外的感受到你们更有能量。所以说前面的一些提前的准备呢，只是心理上的建设，有可能在实际上来讲，你们的个人发挥是跟你们当下的那个情况和状态有非常强烈连接的。所以有一部分朋友会有意外的好发挥，有些朋友也会意外的我就感觉到这些问题和这些课题是我并不擅长的。所以如何去应对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说对比呢，或者说应对这么大的一个不同或者说转变啊，我们要平衡宝剑4嘛，平衡我们的能量状态，减少我们的忧虑啊。宝剑9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圣杯7号的逆位呢，代表了我们对待一些问题是要去掉滤镜的。比如说有一些考试啊，或者说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展示自我的，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做课业做课题的事情，它没有我们想象的有可能是那么难，或者说我们没有那么被动。宝剑4号和圣杯4号代表有可能当我没有行动之前，我们会对待这件事情有很多遐想，当行动了之后，你们会发现意外的你会进入状态。所以这个牌也在鼓励我们第1副牌的朋友快快的进入一个
真实的备战或者说真实的行动状态里边去，你们会发现其实你的行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非常强。好，如果有考试在这个月份当中啊，我们看到 Queen of Swords 理性至上啊，你们如果是有非常好的心理建设的话，会安然度过，而且我看到成绩非常的好。如果也有些朋友会觉得，我会不会意外的有一点落榜的，或者说有一点失落的可能性呢？是要看之前一个阶段第一副牌的朋友的我感觉是心理建设比较重要，它不一定是智慧上的建设。比如说我们背了多少，我们准备了多少，其实这个也连接到我们当下的这个身心灵状态，也包含了在工作的朋友啊，这个月份当中其实心态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4季的轮转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变化会让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生理能量这个指数发生一定的转换，但是其实在这个转换当中，我们永远都可以让我们更加平静，在平静当中找寻我们生命真正的能量。我们看一下这个天使在指引我们什么呢？在学业和事业方面，我们看到是 media 媒体蛮有趣的一张卡牌啊。OK， 这个信息给我们的是 You can reach more people by working with video, audio, print and online media. OK， 你可以在这个线上媒体当中去连接到更多的人。那通过呢视讯啊，通过这个文字啊，通过这个线上聊天啊之类的。这张牌也代表了你们会获得很强的灵感，有可能是通过，比如说我们每天有可能会看一看，比如说 YouTube 呀，然后我们有可能会打开这个社群网站 SNS 各种各样的媒体，我们会看到很多信息。有可能打开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智慧手机啊，我们就能够搜寻到非常多的信息了。这些信息是会帮助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取得灵感的。我看到有可能你们会看到更多的意见，你们也会看到你们想要寻找一条路是什么。有可能在冥冥之中呢，你的守护天使已经帮你呢制定好了你的方向。在这个过程里边，有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进行这种连接，打开你们的顶轮，去善用这些信息。也有不少朋友是需要清理一下顶轮的时候了。我们看到这个指引牌呢，就是一个魔法帽子。那魔法的帽子是不是要戴在我们魔法师的头脑上呢？那我们的顶轮呢当中散发着什么样的信息，很多时候也会从各种侧面，有可能从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的这种气脉里面影响到我们。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也需要先做一个正向的能量的清理，以及个人的疗愈。很多朋友啊，如果你们是在做这种自媒体的，有可能是工作的朋友啊，工作者呀，或者说有可能你们在通过媒体在进行一些宣传，再去获得信息，这个月份也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做一些铺陈，然后在未来的半年发展的契机会更加强烈啊。这是我们整体信息里边的一个信号，送给大家。下面看一下在其他的 Oh my god， 这个牌飞出来了，权杖8号啊。其他方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健康啊、灵性方面等等。权杖8号其实代表了一种出行，一些朋友会有突然的出行啊，会出差、会旅行啊等等。有可能信息，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和答复会从远方来，也有些朋友会突如其来的跟远方的人进行见面和联络是权杖8的一个意味。权杖8也代表了次数多、速度快。所以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有可能需要你们很多的投入你们的行动，可能在办理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劳顿一下舟车劳顿一下那种感觉。但是我看到结果也是非常好的。这是一张行动牌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卡牌要飞出来吗？ Judgment OK 很好，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信息是如何的。好，我们这边出现的是5号牌啊，一张宝剑的5号 Five of Swords。所以这几张卡牌很好。首先在其他方面呢，办理一些问题是很得力的，所以还是一样，在10月一些之前拖住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或者说之前你们一直想解决的某一些问题啊，或某一些跟资产相关联的、未来发展相关联的、远方相关联的事件会得到解答，清晰而明确。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月份也是非常容易得到 offer、得到机会的月份。有些朋友容易搬家，容易得到一些机会去改变你们的生活状态，或者说你们会到达新的国度啊，进行一些旅行之类的。宝剑5号逆位代表了周围的一些负面能量，包含了流言、
非语或者说其他人的这个意念上、意图上对于你干扰的消失。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一张有没有 Judgment 啊？我们大天使呢已经拿出了宝剑啊，展开了翅膀，所以你周围有守护的大天使在保护你，你的保护光环是比较强的。所以我看到一些想要去影响到你的人是影响不到你的，甚至呢 OK 想要影响你的人反而会得到一些非常负面的干扰等等啊，当然这是他们的事啊，跟我没有关系。出现了这个宝剑5号，也代表了很多朋友啊，你们的一些卡住的事件，有可能是跟人的沟通啊，比如说冷战呐、沟通不上等等，这些问题都会被解决。有些朋友我觉得是面对面解决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其他方面，包含了灵性和健康，我看到在这个月份当中就是突出重围的感觉嘛。所以其实在灵性上，我们的三维的事件啊已经被突破了，或者说代办的事情已经被办理好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你们的个人能量会有一种新的不一样的体会。所以这个秋冬对待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是非常友好的。那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灵性的感受上也会更上一层楼。当然在健康上，一些朋友你们会很快的做出一些生活的比如说习惯呐，或者说时间的整理和调养。所以这个月份里边也是给第一副牌朋友进行健康方面的整顿调整以及修养的月份。我看到很快的会有一种复原呐，或者说你们的细胞仿佛在重组一般，会给你们带来很强的生命能力。你们仿佛呢插上了翅膀，然后你们一个弹跳就是一种飞跃。所以我看到在整个的一个能量当中，10月是非常具有我觉得是纪念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一个月啊，然后将这个信息送给大家。那也非常的祝福大家在这个月份当中呢，有更好的一层突破啊，你们的显化，或者说你们对待这个宇宙以及对待周围的这个环境啊和我们自我呀这些合一的理解，有可能也会更上一层楼。然后呢，有一种每日都在勇猛精进的感觉啊，非常的祝福大家。这边我们看一下最后天使和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啊，在这个10月当中。我们今天抽的卡牌都是非常偏灵性的，所以我认为10月其实是一个灵性觉醒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灵性突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整体大众范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性的月份。也可以说其实当下我们的地球已经来到了5维度啊，有很多的事件它在重组和合一。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张卡牌是盖亚盖亚女神给我们的卡牌啊，我们看到是 Gaia Gateway Activation OK， 我们可以看到啊，盖亚的大门正在被打开，而且很活跃的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然后我们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学习了智慧，这个智慧也将会升级和超越。这是地球啊一个多维度合一的过程带给我们的一种可以说智慧上的震撼和提升。所以说我们说红尘是道场啊，地球也是一个重要的修行场。比较好的就是很多朋友啊，你们将会得到大地之母以及我看到是神圣天使的这种帮助和支持。所以你们有可能是地球的守护者之一，你们有可能是光之工作者，你们未来的工作有可能也会和守护这个地球的能量有关。但是这个地球除了自然环境以外，还有就是天然的得天独厚的能量场的一个守护。有更多朋友啊，你周围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祖先和大地指导灵的守护灵的这个帮助，所以我看到你们在健康上，你们的海底轮、脐轮和太阳轮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活力。一些朋友你们将会学习到这个 grounding 啊，更加 grounding 的技能和技巧。我们所谓的 grounding 是什么？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顶轮很开阔，有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过程里边，你们需要通过这个土星的考验，一些突出重围的考验来去完成你们的这一个课题。然后这个10月份啊，恭喜大家，你们已经顺利毕业，所以你们会得到这个地球的真正的智慧，Earth Intelligence， 好吗？我觉得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在一个5维度的状态啊，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第2张牌，我们抽的是也是指引牌，它也非常具有灵性的意义。36号，我们看到是白光 White Light， 有没有？我们这套牌里边都是看到这个大翅膀，有没有？很多啊，我们这边有 Judgment 的翅膀，我们有智慧天使的翅膀。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梦想和魔法也插上了翅膀。
然后你们周围呢有非常强烈的守护白光，我看到这个白光是来自炽天使的，就是大天使的光。你们有可能是大天使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其实来到这个三维世界是有一定的使命和任务的啊。36号，当这个白光产生和展现的时候，第一副白朋友会说，哇，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迎合这个使命，我应该去做光的工作等等等等吗？首先我看到你们一定是疗愈自我的，一定是完成了自我的课题，然后也完整的认知了自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做什么基本上都是非常幸运的，也就是说你们做什么其实都是光的工作，因为你们是带着光去生活，去在这个地球上 grounding 的灵魂和人类，对吗？还有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认为你们在未来这个纪元这个阶段将会越来越发现你们在接近一个高度的智慧，而且呢，通过这个智慧，你们在去办理和经历的一些事情也会变得更加高维。你的这个高维里边是有一定的有可能是课题啊和一些经验存在，但是更多的我看到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传承。所以更多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啊，从10月开始，这只是一个开始，你们将会进入到一个，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新的维度，一个有光的维度。你们看到一个圆圈在我们的眼前啊。好，所以整个的这个10月里边，一些朋友也可以通过连接我们这个炽天使的白光，有些朋友可以去连接大天使 Michael， 我们的守护天使啊。这边也看到守护天使啊 Archangel Azrael。OK， 总之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在被很多大天使守护着，因为你们是这个星球非常美好和重要的一部分。那在这个10月呢，我相信啊，一些朋友你们会通关顺利，也会更快的感受到那种心想事成，好，那种光如影随形的感觉啊，因为你们就是光本身。有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可以为自己去做这种保护罩、光之守护罩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结界，光的结界，会帮助你们去屏蔽掉周围的负面信息和一些负面的干扰。但是我相信呢，其实这些负面信息已经干扰不到你们了，或者旧有的信息和能量已经渐渐的在消逝，它在被转化。因此祝福我们所有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在这个10月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啊，星座上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比较基本星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有摩羯、巨蟹、牡羊、天平特质的朋友啊，因为个别朋友你们是好偏向火象星座的，还有双鱼座、天蝎座在这一组。好，祝福大家，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结。那天秤座的朋友啊，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天秤特质的朋友，可以点开我们最后一则影片来看一下，在生日到来之时，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给我们未来一年以保护和支持以及祝福。再次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就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绿色萤石水晶咒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10月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天秤月，我们的整体运势是怎么样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灵性等方面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好，第二组的朋友啊，对应了绿色萤石水晶。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首先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啊，抽到的是 Breaking Barriers。 好，我们穿越荆棘啊，穿越障碍，然后向着有可能是宇宙洒过来的一丝光线啊，我们正在勇敢的去生长。 OK， 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讯息是什么。 I am expanding beyond the limitations into joy and freedom。 好，我会穿越所有的考验和障碍及限制啊，去转换这股能量，延伸成为快乐、喜悦和自由。第二组的朋友啊，首先恭喜大家，这个是突破重围的信息啊，有点向死而生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看到周围的这个荆棘其实都是一些枯枝了。不过呢，在这个10月到来的时候，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穿越了灵魂暗夜，有可能当下在一个非常枯竭的状态，不管是灵感啊、体力啊，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物的运作。不过在10月，宇宙给了我们一线生机和希望，让我们可以干嘛？枯木逢春。有可能第二副组牌朋友会说，我现在不是一个枯木的状态，我现在还 OK 啊，觉得蛮茂盛的，或者说蛮舒服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可能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找到这以外的全新的一种自由和体验。所以有可能过去的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成团的有可能是一些纠结的、阻碍的、阻隔，或你已经放弃的一些事物，又重新有了生机，又重新有了希望。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去感受到光的信息呢？之前我们看过一张卡牌，是凯龙星的卡牌凯龙星的卡牌说，伤口是光进入我们身体的地方。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一丝光线其实并不一定是你们周围的环境，有可能是内在的你的心灵状态。在我们伤口出现的时候，比如当我们去疗愈当我们去整理过去，当我们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有可能我们可以去给我们的枯竭的，或者说已经忘记了很久的一些旧的能量状态注入全新的希望。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这张牌也代表了你们去打破旧有的一些阻隔和困惑，有可能你们会照亮自己过去没有照亮过的你们内心的环境，有可能你会去重拾一些过去曾经抛弃过没有注重过的一些内心当中的渴求，而在这个月当中，这个渴求会被打开。因为我们看到是我们在延展穿越了极限和一些挑战，甚至是限制的。所以有不少朋友其实看到你们会向着自由和向着快乐更进一步。因此这张卡牌也代表了我们在10月当中会遇见一些有可能个别朋友极端一点，就是绝处逢生的感觉或一些事情你感觉到已经没有一丝的可能性了，我们反而在这个没有可能性的过程当中转换了。这个里边呢，真实的智慧属于一种空性和慈悲，而在这以上，其实任何奇迹都容易发生。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看到宇宙也无限的给予了你奇迹的机会。有各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个荆棘好像是玫瑰花枝一样有很多的这种刺刺的。所以有可能很多第二牌朋友，你们本身就是比较有个性的，比较倔强的，而且你们再去寻求一些自我的突破和自我的革命。那这个10月当中，你们会发现这个革命成功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枝新叶在我们的这个旧有的这个枝头，包含了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已经超越了一些旧有的业力以及家族业力的阻隔，你已经开始长出全新的属于你的样子了。所以影响我们未来的是什么？当然是繁盛和繁荣啦，当然是我们从这个小小的枝芽变得越来越旺盛，当然是我们的绿叶可以去重新的染满这个枝头。所以其实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大家选到了这颗绿色的萤石，有可能也代表了你们内心当中打开心轮，重新有了新的生机的这种渴望，有可能也是灵魂对于你们的召唤这个卡牌很美，也很有意境。就像是生长在这个绝崖上的这个松柏一样。第二个牌的朋友也是比较有风骨的OK， 然后你们是不太容易被环境或者说恶劣的环境以及周围的情态所影响的人，因为内心当中有对于光、对于美，或者说对于高频率的这种渴求和向往，有可能这也是真知和智慧好，下面我们抽我们的这个 Tarot 塔罗牌来看一下我们的10月的整体信息是怎么样的？看一下整体讯息。我们第一张看到是 Six of Cups， 这边又飞出来2张3张吗？我们来遮挡一下这边首先出现的是这个世界牌。好，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圣杯的国王 King of Cups， 这边 Two of Swords， 宝剑2号的正位。蛮神秘的我们再抽一张牌去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好，我们这边看到 Seven of Cups， 水的能量比较强第二组的朋友，双鱼、巨蟹、天蝎来到这一组了。好，也有这个水瓶座狮子座、金牛、天蝎特质的朋友来到这一组这个月份我看到环境会给第二副牌的朋友很多考验，甚至是一些诱惑，但是比较好的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已经突破了大考，所以有一些朋友你们在专注你们人生当中当下在经营的，在经历的，然后在向往这个事件或者事业以及人生的发展轨迹，你们在努力去显化，而且有些朋友是你们在显化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边出现了圣杯6号比如说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人重新出现了，比如说是儿时的一些记忆重新被修补，因为我们当下在这个冥王星和
这个土星啊多重行星的这个逆行当中啊，特别是一些旧有的那关于呢这个过去的摩羯时代啊，2018年到当下一些关于过去的考验和过去的问题有可能会重现。不过在这个10月当中，我认为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不容易走回头路。也就是说，在一样的考验，不管是感情、事业啊、名利、亲情，各种各样的拉扯当中，第二牌的朋友都是可以去杀出一条路的，突出重围的。这个宝剑2和圣杯7呢，这2张牌联合出现啊，我们再遮挡一下，反而代表的是超越了一定的困惑和诱惑，你们有可能真正的明确了自己心中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圣杯7有没有很多，比如说潘多拉的女神打开了这个宝盒啊，这个世界上的名利情，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展现在他眼前，他可以去挑选。但宝剑2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只遵循内心的声音，遵循内心的原则，你们有可能呢是只看不选的。所以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选购啊、多重选择呀，或者说你们要去做一些平衡和抉择的这个机会。那我看到很多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感受是随着你们的灵感和直觉去走的，你们会做出对的选择。这个代表突出重围和冲关的意思。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之前有点选择困难，有点犹豫啊，比如说我是黄色好还是白色好啊，是紫色好还是蓝色好啊等等啊，就诸如此类的，就类似于2元对立以及多元对立的这个问题，会在这个月份当中有一个明确的梳理。有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会跟旧人旧事打交道的，或者说不得不啊，以及个别朋友可能会和旧的这种亲人啊、家人啊有一定的这种共处。这代表了其实旧有的记忆和一些过去的模式的回归和洗礼。当然这个洗礼是彻底的啊，因为我们在当下这个阶段是平衡我们的能量，洗礼旧有的能量，我们在迎向一个全新的世代和阶段。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第二副组牌朋友在做一些毕业的功课，有可能是比如说我跟原生家庭的某一个人去解决了一些旧有的问题啊，一些旧有的心结被解除，内心小孩的问题被解除。也有些朋友其实这个旧人代表了旧有的恋人呢，我们还没有去通过的，或者说想清楚的一些关于爱的课题也会重新来袭。那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呢，在这个月份当中是要注重你们的情绪的，并且有的时候不要做出过度极端的激烈的或者说鲜明的选择，相反有可能宇宙在呼唤我们，让我们用爱的方式去通融。我们再去看一下啊，这个宝剑2和圣杯7又代表什么？在这个月份当中出现权杖1的逆位，也就是说当下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是在这种两难的，比如说我是应该从这份工作里边走出来选择新的工作，那我是应该从这个感情里边毕业选择新的人还是不呢，等等啊，这个月份其实是需要静待环境重新给我们光亮，让我们看清楚周遭的状态做出判断的月份。所以其实10月有可能会有一些事物随着海王星的逆行模糊我们的眼界，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和障碍等等啊，反而是让我们平心静气静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月不是做出选择或者说应环境，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应激的反应啊，比如说突如其来的想要去改变，想要去放弃，想要选择等等。相反这个月份呢是静静的去观察，静静的去理解，去守候我们的心轮呢，包含了新的防线的一个月。我们在这个月打的基础越是牢固，那在未来有可能是这个新的世代啊，这个20年的世代，或者说在未来的这半年当中，你们的这个基底和能量就会越丰厚。有各位朋友这个月是一个创造的高峰，所以说你们在想象力创造力上，在这个发散的思维能力上会非常的活跃，会非常天马行空。有各位朋友你们会打破旧有的一些困惑，或者说一些就有知识化想法的困惑，有新的创造。所以如果这个月在做一些创作啊，有可能是发明啊，可能是灵感啊，有可能是艺术等等的朋友，这个月会做得非常不错。那整个的月份里边呢，也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财富像水一样来，像水一样走的信息，所以说要节制一下冲动的消费。也有不少朋友你们会被投来很多橄榄枝，有可能一些旧有的那种没有联系过我们的朋友啊、客户啊、旧的同学啊、旧的同事啊，会来到我们的世界里边跟我们进行沟通。这个其实是环境在提醒我们再重新打起注意力啊，一些旧的问题我们是可以去解决一下的。
好，这个10月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有突如其来的惊喜啊，这个惊喜有可能是一些邀约，有可能是问候，有可能是其实是爱的这个意图，就是这个 intention 啊，比如说有一些旧的人或者说家人在联络我们，其实你会感受到很大的情绪上的滋养，有可能对方在祝福你，有可能对方在希望你更好，有可能这是一种爱的鼓励，这个也会帮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呢，在内心当中找到这束光来照亮我们自己。我看到其实整个的月份里边，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会变得更温柔，有可能会更耐心，有可能会沉淀下来啊。好，这是整体的能量啊。第2牌的朋友还是属于比较偏静的这一派的，所以整个的这个月份当中不会做出过度激烈的表现等等啊。随着我们这个8月，其实这个水星逆行的余波啊，在9月当中一直在震荡，我们再去收尾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个10月是会让第2副牌朋友静下来、舒服下来，和开始去考虑一下要不要享受生活、休息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一些朋友会去欣赏和去收集一些艺术品啊、美食啊，或者美酒啊等等，有这样的机会啊，跟旧友联络一下，跟家人联络一下情感这样。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情感方面啊，爱情的这个方面能量是怎么样的。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的逆位，这个牌飞得蛮快的啊。第2张是什么？ Justice 正义，很神奇的一张卡牌。我们再看一下爱情方面第2组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牌 Two of Wands 权杖2号的逆位，正位啊 ，sorry。我们继续看一下感情方面 ，Devil in Reverse 逆位的恶魔牌，这边是逆位的圣杯3号。我们这个一起飞出来啊 ，Temperance in Reverse 节制牌的逆位，我们先把它收起来，好，我们 clarify 一下这个圣杯3号逆位的信息是什么。好，出现了，这边是 The Magician 啊 ，OK， 魔术师牌哦。然后这边一起飞出来是隐士牌的逆位，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都是这个 Major Arcana 大牌飞出来。所以啊，连接着我们整体的信息，第2副牌的朋友，在这个10月，你们的感情会做出一个那种 U-turn 啊，就是突如其来的转变，就是你的心态会有突如其来的转变。有各位朋友，有可能你和比如当下恋人、暧昧对象啊，突如其来的异地了，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这个远距离的交流，突如其来的出差和突如其来的这个事业上的一些转折会来到。当然了啊，个别的朋友，如果你们的生活是安定的，你和伴侣是安定的，这也代表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突如其来的变得有可能是比较务实，或者说比较想要去创造和创新。整个的10月里边呢，第2副牌朋友，你们的重点和重心并不在于感情上，你们在动脑，你们在不停的动脑，的顶轮是非常的活跃的，并且有个别的朋友你们会既动脑了，也迈开腿了，所以有可能你们也会追加的去做一些行动，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你们想要去参加一些比较美好这种大型的聚会啊，有一些朋友参加演唱会啊，有可能会去看你们喜欢的风景。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也会突如其来的发散思维，想要到一些地方去约会，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氛围和浪漫，感受一下有可能是异国的异文化的这种情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第2副组牌的朋友，在整个的10月当中啊，感情上你们会有一种突然，要么就突然非常的晕船，或者说突然非常的不晕船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权杖2号是非正非逆的飞出来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你们个人的很大的一个转换。为什么？有可能是随着我们个人磁场，有可能是随着前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当我们这个前2个月啊水星逆行啊，或者说一些星座相位发生转换的时候，魔术师牌，你们的思维和思想就像这个正义牌一样啊，已经突然开始发散了，这个智慧占据了你们整个的灵魂体的高地。因此有可能在智慧发光的时候，你们会突然觉得我不用再爱了，或者说我可以去给自己更高的目标，或者在爱情里边有可能我可以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共同的理想啊，或者说你们共同的这种创作，或者说突如其来的独处吧。我觉得第2排的朋友，你们受到这个天王星逆行的影响比较大，不排除一些朋友你们是天王星的星座，比如说水瓶座啊，星盘当中有水瓶的元素，
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有可能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啊、伴侣啊，或者说连结的对象啊很惊讶、很惊诧，因为你其实在展现你非常不为人所知，甚至自己没有所觉知的另外一面。那这个10月里边呢，如果是稳定关系的朋友啊，你们就是会集中智慧去做事业、做创意，或者说你们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转变，你们有可能会改变家居环境，会想要去旅行，或者说你们会想要去跟不一样的朋友啊，不一样的亲人去体验一下这个人生，所以你们有可能无法完全专注于你们这个稳定的关系。当然其实这个牌并不代表出轨啊，有些朋友不要担心说我的伴侣会不会这样想，或者说这样会导致我去做别的选择吗？正义牌和权杖2其实是非常有理想的卡牌，所以有可能在爱情里边你们在追求更高的理想，除了这个平平淡淡的美好温馨的日子以外，有可能你们会想要给这个日子添加更新的创意和更新的色彩，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也会去添加一些新的家居啊，有可能会再重新装潢你们的家居啊，改变你们的家居氛围。有很多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这个月份当中其实是外出和被邀约的机会蛮多的，这个也连接到我们的组牌，有些旧友、有些亲人会跟我们进行联络，甚至见面。稳定关系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展现出一种更新层次的安全感，就是你可以忙你的，我会去忙我的，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让你们的关系更加平衡。因为 Justice 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卡牌，也代表了理性，绝对的理性。所以整个的这个10月当中啊，包含了这个魔术师和隐士牌的逆位，代表了第2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在一个就是这个水很大，有很多水象的卡牌在这个当中，你们在这些极端的情绪里边寻求理性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在打破过去的牢笼和过去局限性思维，我们头脑矩阵的这个障碍，让我们有可能灵魂更加自由，有可能爱的会更加的比如说高频率、高维度等等啊，你们在寻求更高程度的共振。恶魔牌的逆位也代表了有可能你们会觉得啊，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灵魂的自由才在一起，而不是某一种相互绑定和相互控制。所以其实在整个的10月当中，我看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是非常清醒的，非常理智的，你们也可以用这种聪明才智以及比较好的沟通能力吧，有些朋友你们会敞开喉咙去沟通啊，或有比较好的一些方法和方式跟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呢，去把一些问题处理好，好吗？那如果是在暧昧和拉扯当中的朋友呢，这个牌就比较 make sense。那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会突如其来的做出转变，就有可能你不愿意再去沉迷一些制式化的相互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和影响，你们会非常需要的是一种自由，一种乐观，或者说你们会需要有可能是新的人的到来，或者说这个视野的转化，让你们去获得这个过程当中的一定的快乐和一定的这种舒缓的空间。如果过去的关系让你们太过于焦虑，以及有可能一些朋友是在争吵和分手的边缘的，整个月份里边你们会发现，哇，我做回自己好开心。有可能你们会去重游一些故地呀，去找回一些过去你们身上的碎片。所以我看到在这个10月是你们在情感情绪上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期，你各位朋友会出现这种2种极端的情绪，不然就是特别的念旧和情绪化，有可能会有点爱哭，各位朋友可能会突然的第2天非常好了，整个的环境会变得非常的爽利，你们也会非常干脆和果决。那我认为一些朋友啊，魔术师的正位也代表了你们在通过你们的智慧进行一些转化。如果你们的思考是以退为进的，或在感情当中你们会保有一点自我的空间以及神秘感，我认为去制造这种神秘感和制造你们的表现更高的智慧指数，通过这个智性来谈恋爱，我看是智性恋的朋友在这一组比较多啊，去相互吸引的会去代替旧有的一些情感模式。所以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感情当中是比较开窍的，以及有可能是达到了一个自我觉知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不太愿意去进行一些过度的情感拉扯，特别是多角关系的拉扯啊，旧有模式有可能正在慢慢的融化和消融，转换成为一种理智。当然我看到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旧人的联络呀，你们在打算进行一些复合或者说复联的动作或进行等待的话，这个月份里边呢，有可能宇宙也在教会你们，不然就是我们主动的去进行一些行动和显化，不然就是勇敢的在这个爱情当中去学会如何通过放下的方式去得到。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不再晕船了，
不再用力去爱了，甚至那种爱的感觉，甚至会有一种清醒的，我为什么在当时这么冲昏头脑去爱，这样的一个想法会提升和体现出来啊。如果是在看这个旧有的情感的关系的朋友啊， Queen of Wands and Temperance， 你们需要先修补好你们的能量场。这个月是着重于自我之爱的月份，所以有可能大地之母和宇宙都在告诉你们，现在如果感觉到匮乏，比较疲倦，比较疲惫，有可能也没有很好的一个思路去厘清问题的朋友，你们可以先选择去休整和休息，爱自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酝酿。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静待的话，选择等待和被动是对的，因为这会让你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去得到更多的时间和机遇，去孕育一个新的自我。金币1号代表了一些朋友，你的新机会将在未来3个月出现啊，有可能各位朋友真的是新的人会出现啊。当然我们看新人的话，我们 clarify 一下这个牌，如果在单身啊等待爱情的朋友啊，等待脱单的朋友，这个月份怎么样呢？ Knight of Cups，圣杯骑士的逆位， Ten of Swords， 有些朋友还是旧人呢，旧人会给我们一定的阻碍和阻隔啊，所以这个问题还在一个待解决状态，一个 pending 状态。如果是有旧人问题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是你们要去清理和净化你们个人的能量，以及调整你们的想法。Eight of Cups， 然后真的爱是需要时间的，有可能真的爱自我真爱有可能是从自我之爱开始的，真的爱自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有可能是疗愈，有可能是孵化，有可能是寻找和寻求。所以这个月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思路是不太一样的，你们不太愿意去寻求比如说其他人的或者说恋爱对象的关注了，甚至呢有可能有新人出现，一些朋友干脆选择我看不见，我退后一步，因为我想寻找一个新的自己。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有可能并不是第二组牌朋友的桃花月，而是跟旧有能量做一个真正的清理和真正的抉择的月份。当然这个并不代表说第二排朋友一定要做什么样的断舍离啊，我一定要把旧人去一刀两断掉，然后我才能够有一个新的未来。这个其实是魔术师你们的思考决定的，你们怎么想这件事情，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组合和构成，所以其实是打破我们旧有的这个思路。当然其实魔术师牌也代表了在感情当中是非常聪明，非常会沟通，幽默以及体恤对方的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权杖国王牌，第二人牌，爱你们的人爱你们的人会在对的时间出现，我看到是未来的3个月到半年之间。当你们的能量彻底的平复收尾，当你们真正开始专注自己，甚至不再往外去看，也不再去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再看感情了，没有再看一个新的人了，新的人会自动出现。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第二副组牌朋友的指导灵和宇宙给予大家的非常重要的提示之一。第二人牌的逆位是换一个立场去反思和调整。那女祭司这边The High Priestess 代表了平静，一定程度的内省和内观，或者说干脆就是放空和空性。所以整个的这个10月当中，我觉得第二排朋友你们能量真的是非比寻常这也有可能会奠定一个基础。那在未来的一个新的纪元和时代，你们的感情有可能是非常贴合这个时代的发展主题的。这个时代什么？水瓶的时代，离火的时代，离火嘛，火为心就是我们心的能量，是代表了心脏，代表了高度的灵性觉醒，以及文化或者说情绪的共振和理解，这个是理性的时代。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也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吸引你的爱人，建设一个新的情感状态。非常棒的能量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月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隔阂、分离、断舍离，也包括了这个人际关系友情关系、亲情关系，都是一个暂时让我们缓下来歇一歇的转折点，让我们收回能量的点所以我觉得其实宇宙对于第二排的朋友给予的能量和给予的照拂是非常大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说我不想要分离，我不想要别离，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体恤。这个过程当中祖先和神灵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谁应该来爱你，应该用什么方式爱。所以还是一样我看到圣杯国王和圣杯皇后有没有，还有教皇牌也就是说你们的正缘和情感有被安排好。相信你们的最高指导灵，或者说相信你们的高我给予你们的信号，相信你们的感觉，相信你们的直觉就可以了。
在情感方面，我们看一下天使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到的是 Take back your power， 有没有啊？大天使在告诉我们拿回你天生的可以说是天然的得天独厚的神灵赋予的能量，并且呢有意识的去显化你充满祝福的人生，很应景，有没有啊？所以第二排的朋友这是在爱情当中、情感当中拿回你主权的一个月，我认为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拿回你主权的一个月。你的所有能量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权杖骑士和 Justice 重新出现的时候，你的一切能量在面临着一个整合，而且呢是全然的为你所用的。这个不是一个自我中心，或者说一个小我的我慢这个其实是你天然的一个能量。比如说我们像婴孩一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爱是什么样的，你拥有的爱是如何的。我认为很多朋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天使的这个手势和这个正一排的手势是一样的平衡。紧接着就是这个手向上是在干嘛？我们是可以去 receiving 可以接受到非常多的信息的。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如果在情感和能量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的话，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会顺风顺水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的能量回归了。我觉得更多朋友这个能量会帮助你去显化你未来的情感，并且呢在这个月份当中，如果是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在稳定的婚姻家庭当中，你拥有你个人的主权，这个并不是一个自我主义精神你拥有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享受生命和生活的权利，所以宇宙也会平等的回馈给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之前给出了什么，你们就会被重新给予什么，这一切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洗牌。所以如果在感情当中有一些委屈，然后或者说之前呢感受到非常多的纠结和内在焦虑内耗的朋友们，这个月份当中会停止内耗的，你们会感受到舒畅的，不管这个关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前进，都是有利于你的，或者说更加滋养你的，因为这是属于你的一场显化，好吗？这是给第二排的朋友的能量和信息那在感情方面，我们看到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有天秤座、摩羯座和火象星座朋友来到这一组。好，这是感情方面的。我们看一下在事业、财富、个人发展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我们抽一下我们的卡牌看一下是否我们在事业上也有如此大的转变呢？第一张是权杖的7号，我们看这边，哇，权杖1号的逆位，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的正位， Two of Cups 圣杯2号。好，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还是 Devil in Reverse， 不必担心出现红牌的逆位代表了问题的解决，而且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外援有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来帮助我们的人或者是贵人出现。所以事业上一些朋友权杖7代表了你在独自打拼一个人在一个悬崖上有没有在对战群敌当然其实权杖7是胜利你们其实也是能够游刃有余的，站在一定的高度的。不过在之前一个阶段，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是比较过劳的，有可能你们也要一个人去面对蛮多的工作量一些重大的决策和抉择，感觉有一点点的孤立无援，或者说疲惫了。当权杖1出现逆位的时候，代表了有可能我们在这边有一点工作辛苦，有点工作不动了，就是动不得那种感觉。这代表了什么？第二排的朋友累了，长期的疲惫，或者说长期的一些纠葛、阻隔和纠缠。我们这边看到的权杖有点藤蔓的感觉会让第二排的朋友感受到一种有点身心俱疲的感觉。而这个时候怎么样？宇宙派来了外援，有可能这个外援是一些人，有可能是一些好的机会，有可能是在这个枯竭大地上重新出现的绿色和生机，会给予第二排的朋友非常强烈的信号，你们的坚持是对的。所以呢还是这边首先恭喜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突破重围的。还有就是呢有可能会得到上天的眷顾，给我们一定的很好的机会去得到调整，得到稍事的比如说休息和能量的暂缓。我看到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10月的中间有可能会得到一些假期得到一些机会去重新的调整你们的注意力。有可能之前注意力过度的集中，有可能会让你们的大脑比较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过度思考的或者过度付出体力的状态。
这个10月会让你们的压力和焦虑减缓下来，并且配合我们的主牌呢 OK， 我们已经打破了过去的旧有的阻碍、阻隔和荆棘啊，可以说是披荆斩棘，有没有？那在整个月份当中，披荆斩棘的结果是成功，所以呢，祝福第2个牌的朋友啊，在这边有种马到成功的感觉。我看到，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争取工作机会的话，宇宙会给你们惊喜哦，所以有可能会有意外的好的 offer， 或者说比较好的这个待遇来到我们的世界。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会被邀约去工作，或者说有一些新的项目正在开展，需要你们的加入，所以有一种呢被诚邀啊，或者说被邀约进入某一个工作场合的感觉。那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人格魅力啊、个性的特色以及你们的天赋才华其实是被人看到的，所以这个月份里边呢，我感受到你们会看到你之前的播种和你之前的这种自我展示以及努力所额外收获的成果。这个当中有圣杯2啊，有一种在人情、在情绪、在能量场上的一种支援，也有一种柔和。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参加工作场合当中的一些社交，有可能你们会见到一些合作方啊，有可能会和同事、上司、下属有比较好的一些沟通，这些沟通也会让你们发现，其实在当下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你们并不是永远都是自己在去坚持，你们有可能在为了一些人，你们有可能不经意的一些努力会给一些人带来比较好的帮助、影响和福利等等，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和播种都是有意义的。那第2组的朋友啊，如果这个月在职场上来讲的话，沟通也是比较重要的。我看到有一些问题，如果你们一个人支撑不住，或者说你们如果负载了过重的工作量，有可能会让你们的体力和身体出现一定程度的损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张牌啊，打破荆棘的时候，也是我们重新展现生机的时候。我们展现生机也要和周围的人，或者说和我们周围的这个磁场进行一定能量的互动和互换。圣杯2代表了比较好的沟通，以及有可能去言说你的心声，周围有可能会出现喜爱你，或者说跟你有非常好沟通质量的合作伙伴等等，有可能这也会吸引到比较不错的财运，或化解我们的一些问题。这个月的月尾，一些朋友会得到不错的 offer 啊，或者说不错的合作机会以及签约等等。如果是在做创意啊，或者说在做兼职，然后在独自创业的朋友们，整个的这个月份里边会有不错的人缘运和合作运。所以如果之前当你发现一个问题啊，必须要自己处理，然后到了一定的这个疲惫的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我们的思维或我们的想法一旦转念，会有更多的灵感浮现出来。这些灵感有可能是跟合作相关联的，有可能是跟新的创意相关联的。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新枝和新芽发育出来嘛，所以这个月份里边也有不少朋友，你们会在原有的事业基础上做出一些新的创意。这些转换是成功的，并且在未来的4个月到半年当中会有不错的发展，有益于此并且喜爱合作的对象也将会出现了。圣杯2也是一个合财的意味所以一些朋友其实合作会得财。我们看一下在金钱上能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出现的 Fool 愚人牌，看一下。我们的卡牌散出来我们再整理一下。好，金币8号和金币10号，不错所以在财运上，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转换有可能一些新的项目，或者说你们在月中的时候做出的一些抉择，会给你们带来不错的合作和财富。很多朋友我觉得升职加薪的机会应该在未来的这几个月当中会体现出来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并不抱有很高的期望或者期待，但其实在你们的预料之外，有可能你身边的人或者说你的上司你的合作方欣赏到了你与众不同的一些创意和才华，或者说看到了你的努力一个人默默的努力会被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财源以及有识之士的加入，来帮助我们在财运上做更好的显化。金币8和金币10其实也是非常稳定的一张卡牌，在正财上也是非常不错的。合作运很好。还有一些朋友看到
整体的财运在向上扬升，所以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做一些显化，在做一些计划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再扩大、再提升的。宇宙会帮助大家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学生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学习运势是如何的啊？起码在个人发展上，我看到第2排的朋友，你们会灵光一闪，你们会找到非常新的创意。你们也会找到新的方法，让自己的工作呢不是那么疲惫或者说消耗的，反而是在声望你们的。好，这边我们看到的牌是 Six of Swords。这个月份的学习啊，注重的是稳定，特别是稳定的发挥，尤其是有考试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作业发表之类的朋友啊，稳定的发挥或者说稳定的心态，会让你们在这个过关的过程当中得胜。相反啊，如果是我们已经没有在做，就已经开始不喜欢这件事了，我们已经开始去唱衰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了，那有可能这个可能性会随着第2副牌的朋友的想法，确实状态不好，结果不佳。原因在于什么？我们在播这颗种子的时候，这颗种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看到其实第2排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要被周围的人动摇心态啊。当你们去认定了一件事情，当你们去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在这个月份去做出更深一步的裁决，比如说我要不要去坚持下去，或者说我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不是行得通的。当然其实宝剑1和宝剑6的逆位代表了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转换，转换的是状态，转换的是心态，也转换的是你们的一些思路。第1张牌出现就是宝剑10的逆位，代表新的开始。那我们这个新的开始也出现了宝剑1的逆位，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整个的最近的这个学业状态里边会有一种犹豫啊、摇摆啊，或者说正在找突破的感觉，那个感觉到了，你们就会很好的发挥出来，或者说把你们之前的灵感和创意发泄出来。那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发育的点啊？就发展我们这颗枝芽的点，这个月一定是一个突破的点。所以我看到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者一些朋友在之前，比如说我们这考试没有成功啊，我们这件事情的申请没有成功啊，大家也可以再试一次。我觉得其实周围的人，尤其是你们的亲密的人啊、家人啊、友人啊，或者说是伴侣，反而会容易动摇你们的心态。所以宝剑国王的逆位也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在遇到比如说比较严格的师长、比较严格的一些制式的管理的时候，你们的心态也比较容易被动摇。这个心态是什么？对待这个事情我们的感受，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和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否匹配和吻合。金币王后代表了稳定的发挥和创意，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有可能稳一稳，在这个月份当中呢，反而会让我们的结果翻转，甚至是成倍的翻转，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月份也比较切记临时抱佛脚啊。当临时抱佛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抱到，或者说有一些我们想要去得过且过的这个课题啊等等，还是没有逃过，还是要再做一遍。我比较好的就是我看到也有比较好的神圣阴性能量啊，就是有可能是女性的贵人啊、长辈等等会帮助我们一下。这个月份里就也在提醒我们戒骄戒躁啊，所以稳定的进行发挥。如果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需要去做准备打基础的事情，战胜我们当下这个可以说是有一点逆境或有一点阻碍的这种心态，我相信第2排的朋友你们是非常聪明的，你们是完全可以找到你们的独有的发展和发挥的方式和轨迹的。有可能也是宇宙在给我们机会去找到感觉，这个感觉一旦找到了，可不得了啊！就像是这个正在发芽的绿枝一样，它将会变成非常茂密的丛林，好吗？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啊，在事业和学业运上，我们的天使卡在告诉我们什么 ？Keep going， 坚持啊，坚持下去啊，保持一个惯性的姿态。我们在做什么，在学什么，在练什么，或者说我们在工作里边在执行什么，继续做下去。我们要运用失望的或者说失落的这个能量转换这个能量，去点燃我们的创意以及我们真实的情感。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当下有可能是有一点纠结的，或者是有一点压抑的，有一点挫败的环境，反而是滋养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是天然的能源会让我们去燃烧起灵感，或者说对于这个生命，对于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验至真至诚的一种向往。那我相信这道光如果是照到第2副组牌朋友的世界的时候有可能也是你们望向光的时候，就很像是我们这个玻璃二象性的实验一样我们在观察光的时候，光才会存在。
因此啊，第二排的朋友啊，坚持一下好吗？在10月当中坚持一下，尤其是上半旬坚持一下，下半旬啊，有可能在过了这1-2个星期之后，你们将会发现真的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甚至你们有可能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一些事件啊，会被非常良好的解决。前期你们在投入上用的能量越大，有可能在后期我们的回报上这个硕果是越甜美的。当然了，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投入多少的焦虑啊、担忧和紧张这些情绪，或者说这些可以说是波动在里边。相反啊，只是去在这件事上坚持，也是给予我们人类的一种修行的体验啊。着重在这个事情本身，着重在理性本身，着重在创意，或者说甚至可以是这个目标本身。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会得到额外的收获，有可能这是成长的课题，好吗？所以再坚持一下。给第二排的朋友打打气啊。好，这边看到比较多的风象星座，好吗？还有一些朋友风象啊，水瓶、双子、天平，还有一些朋友是偏水象的。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啊，其他的方面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到我们呢？我们直接抽牌啊，金币的2号。Three of Cups 圣杯3号，这个圣杯3号已经出现第2次了啊。这边有月亮牌，其实这个月份啊，我们这个牌飞出来什么 ？Nine of Cups， 很多水在这一组里边。好，这个月份其实反而是第2副组牌的朋友啊，离群索居的时候，就是你们有可能反而是独自一个人去畅快的做自己，独自一个人去度过一些课题，会让你们感受到一种油然而生的、与众不同的、不同于以往的成就感。一些朋友啊，如果你们在当下面临到一些选择，或有一些纠结，甚至你们就是比较被这个琐事绑手绑脚，比较辛苦，这个月份里边会有一种转换，你们会突然的悠闲下来，或者说你们会突然的让自己去放弃掉某一种对于结果的坚持和挣扎，对于完美主义的挣扎。原因在于啊，月亮出现了之后，月亮是什么？有可能也是我们内心的某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是一种比如说自我压力和不安全感的释放。当我们释放了，或者说不再去在意周围人的眼光了，我们有看到金币2号和圣杯3号，其实是完全相反的2张牌。金币2号是需要吸引周围人的目光，各种各样的人。好，我们在努力的去试炼和努力的去甚至是扮演这个角色。当出现圣杯3号的时候，是我们遣散了周围的群众，周围的这个观赏者啊，我们遣散了这些观众。那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看到什么？看到圆圆的月亮，真相、真实的我们。所以从其他角度上来说，第2排的朋友，真实的你们在寻求什么？我看到圣杯9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畅快，愿望实现之后我们的这种舒适、怡然和恰当的松弛感。所以有可能宇宙也希望第2个组牌朋友在某一些事情上放我们自己一马，有可能也会让我们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额外的收获和蓝天。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一种阿 Q 精神啊，在这些牌里边能感受到第2个牌的朋友，首先你们足够真诚，再者就是有一些事件它的来和去其实是周遭安排的，宇宙安排的，甚至呢有可能它是夜风吹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到的一些发展、一些规律和规则。这个其实我觉得第2排的朋友并不需要怪自己，也不需要怪任何人，这个是一些事件发展必须的结果。当然了，我们指的是当下遇见个别问题的朋友。也有一些朋友呢，我们没有遇见任何的问题，在这个生命当中啊，整个的卡牌是让我们去感受到我们的完满的感觉，那个本自具足的感觉，让我们去知足。为什么？圣杯9和金币9代表了不管我们拥有多少，有可能我没有办法在内心当中真正的感受到那种丰盛感的时候，永远都缺了那么一些些。而这个缺憾是什么？有可能是内在小孩，是童年，是你周围的某一些人给予你们的。所以当我们去深刻的洞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们会停止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你们会停止努力，你们有可能会停止让自己去过多的做出什么，因为这一切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你们这个自然本性的安排啊。这个自然当然不是说我们随波逐流的让外界安排，而是你们的本性来进行安排的。所以当你们去感受到你们内在的圆满的，甚至是真实的自我的缺憾的时候，
好，这个问题将会被解决，你们将会自洽，有可能你们的周围的人际关系将会更和谐，有可能你们的自我成长将会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过去那个阶段真的已经过去了。这个过去并不代表那种得过且过，我看到还是我们生长出了新的枝芽，新的可能性和完全真实的自我重新的释放和体现了。所以我认为其实在最近这个阶段，对于第二排的朋友来讲啊，未来的3个月也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蓝月，有没有啊？其实在9月的满月啊，就是我们中秋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双鱼的月食，满月月食啊，它也是一个超级月亮，也是一轮蓝月。所以而且这一个双鱼的月亮啊，它的影响力会非常强大，在未来3个月当中，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做灵魂深处的全面进化，也会清除掉一些旧有的有可能跟着土星逆行啊，把一些旧有的问题全部瓦解了。所以有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价值观念以及对于自我的这种满足度在重新建立，你们就是我认为啊，你们是圆满的，内在圆满的，而且你们是内在美的，并不需要跟任何人去证明。当你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将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答和答案。当然并不代表第二排朋友当下不完美，我认为你们在寻找一个全新的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这非常非常的好，以及这个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对。那我看到有一些事情的办理啊，如果2次3番的让你们觉得有点坎坷，有点压力，没有办法执行，有可能宇宙要告诉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更好更顺利，甚至你有可能是为了这个新方法而生的。有不少朋友，你们在未来将有机会建立属于你们的稳定的事业家庭，以及非常丰厚的这个事业蓝图和人生的丰盛度。这个丰盛度其实是在原有的这个荒芜或者是匮乏的基础上，你破除了旧有的这种价值观念和情感模式、思考模式，独的在你的人生这个旅途当中成长出来的奇迹你得到的。所以这个其实不可被替代的，以及不可重复的，这个是宇宙独一无二的奇迹每个朋友你们的这个叶片都长得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众占卜虽然说对应很多朋友，而你们个人的这个能量其实是完全独特的，就是这个生命或者这个旅途当中的内容是完全不可复制的，然后宇宙在鼓励大家去做这个突破，好吗？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未来的3个月开始将会丰收，并且这个丰收将会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也跟着你们对于丰收的定义在改变之前有可能我们会觉得得到某一个地位，达到某一个程度我们会丰收，相反的，当周围的这些观赏者散掉了，当我们真正的去看到自己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可能你们一直是做得更加优秀更加卓越的而你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完全在内在去接受自己，并且接受这种安排，在这个安排的基础上做到更加的丰盛。这样形容有没有点抽象？但是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去突破，尤其是其实下一轮满月也非常重要，在10月的满月有可能是10月中下段的这个时间点它也是一轮清理，所以我们随着这个波流将这几次的清理一步一步的做完，剩下的只是 keep going， 就是在原有基础之上再做一些建设就可以了，好吗？我们再坚持一下然后这一组当中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这种双鱼天蝎的能量双鱼天蝎座的朋友比较辛苦最近这2年我们遇到了这个土星的逆行还有土星就在双鱼座有可能会停留这么2年多的时间嘛，加之冥王星的换座我们这个冥王星一会儿在水瓶一会儿在摩羯，让我们有可能会有一点人生航向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偶尔偏航偶尔在调整的状态。这个呢是最后的一轮调整了，当这个满月到来，我们来到了下一个月份10月到11月之间，一切将会被调整到更对的方向上。所以呢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其他的讯息要给到我们这个对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首先我们看到这张卡牌就是太阳轮太阳轮的光在升级Solar Light Upgrade。很多朋友首先你们太阳轮已经打开了，就当这个树枝发出新的生命力的时候，太阳轮就已经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光已经照进来了，并且呢你们在升级，成倍的升级你们太阳轮的能量，这个内在会有一种火焰，也会有一种愿之力量我们看到 will power 就是心愿的这个愿望的这个愿望会出现巨大的一个力量
因此第二排的朋友啊，首先太阳轮是珠光宝气之城，所以当太阳轮点亮的时候，我们首先会享受人生当中的丰盛、健康、幸福和一种超越小我的创造力，有卓越的视角。所以第二排的朋友在最近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第二张牌 Time 这边33号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这个多元的宇宙三维世界，因为现在地球从3维到5维嘛，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有可能在渐渐的被我们认知，也在被我们打破。所以超越这个时间的概念我们的显化才能够非常得力的完成。有更多朋友超越了生生世世的一些叠加的愿力也好，业力也罢的阻隔在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是在一个丰盛觉醒的阶段。因此呢，这个时间也是给予我们集中的去做一些清理，可以说是加倍加速的。所以一些朋友会在最近呢，成倍的去做一些事情，完成一些事情。有可能你们的身心觉得有一点累，有点说不出来的累，原因在于其实我们这个星球当下这个时间的概念或者说这个重力也包含了我们这个能量场的概念在改变中而且是加速的改变。所以这种改变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太阳神经丛和太阳轮，去显化更高程度的丰盛。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使命责任还是要去体验什么，我们的任务都是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更加丰盛。所以超越这个时间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当中所有的时间叠加在一起，很多很多的3维叠加在一起，没有这个3维的时间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变成了5维的空间。所以更多的朋友你们会在这当中找寻到别样的神奇的体验。这个我觉得每个朋友应该是不一样，但是也包含了你们累生累世这个智慧的叠加和算是一种加持，一种照福。所以我看到宇宙和有可能是一些扬升大师或者说神灵和天使站在你们这一边，会帮助你们打开你们需要的这扇大门，迎接你们的丰盛满足。或者说这种我感觉到就是并非我们要做的非常多，通过过度的劳碌和过度的焦虑去吸引什么，相反你们在通过一种自由畅快和快乐的方式进行稳定的显化。所以我看到其实对于第二排的朋友来讲，这个能量在10月当中转换的很快，但是其实对你们来讲是非常友好的。祝福第二排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达到这种突破。如果一些朋友会说我没有感受到，或者说当下还在这个纠结当中，要不要去感受这种丰盛，生命永远都是一些选择的叠加，就是生命所以在任何的时间，只要你们愿意做出选择，这个生命有可能都会产生量到质的改变，任何时间都可以。只要你们在那个时间愿意去跟宇宙，或者说对于你们的自我进行一个高频率的更敞开的连接，你们将会发现你的能量将会归还到你的身上的同时，你将会具有超能力。所以祝福第二排的朋友找到无限的快乐、喜悦和自由的同时，拿回你们的能量，掌握一切这个世界发展的主动权和裁决权。我相信其实这个能量永远都在你们的身上。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就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在这个月份会看到天使数字，看到光斑，有可能会身体疲倦、头脑晕晕的，因为最近我们在9月尾和10月初也在迎来日月食嘛，这个能量的清理会比较强烈，所以有可能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本身就是高敏感体质会感受的比较多一些。将这个讯息送给大家，祝福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也非常良好和通畅的度过这个阶段，迎接更高程度的丰盛。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那天秤座的朋友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天秤特质的宝宝们可以点开第4则影片看一下，我们生日到来之时，未来这一年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送给我们祝福和指引。再次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左牌一颗紫色水晶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10月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的整体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健康等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又是什么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对应一颗紫色水晶柱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美丽的大天使带着爱心的翅膀正在我们的身后，温柔的抱着我们，托举着我们我们卡牌的 message 是 Receiving from Angels
OK， 天使要带来礼物送给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很大的几率会感受到强烈的来自于宇宙和心轮的爱。那并且有不少朋友呢，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感受到你们自身在发光，在变美，在变得更加健康。这个能量非常的舒缓呢，也代表第三副牌的朋友，首先你们是有守护大天使在身后的。我们看到天使散发了很多羽毛的信息在我们的周围啊，羽毛代表了 message。也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在最近这段时间呢，看到羽毛，看到光点的信息，或是天使的数字，这都代表了天使无条件的爱。我们看一下下方的信息啊。Shimmering wings of angels embrace me with love。天使闪烁的翅膀啊，拥抱了我，在爱当中。天使将我拥抱在爱的翅膀和爱的光环当中。有没有一种深深的被守护的感觉？感觉内心非常的温暖。那我感受到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在这个10月当中，恰好是一个天平月啊。那天平呢，恰好是金星守护的星座，所以有很多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会在内心的深处感受到一种爱，一种无条件的爱和支持。也有一些朋友，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啊，在天使的翅膀当中，会有一种被托举、被支撑和重生的感觉。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有可能啊，你们的一些当下纠结、担心的，特别是关于你们身心灵、关于你们个体健康的问题会被解决掉。有很多朋友，你们会悄然的发现呢，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非常可爱的、非常感受到爱的转机。有不少朋友这个月份是非常可以去帮助大家修复和舒缓心轮的月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养心啊，试着去静心养心，感受更多爱的能量。那有如此神圣和有能量的大天使在我们的背后啊，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会遇见快乐和吉祥以及平安的信息以及信号。那我们这位女神在当中是黄色的衣服啊，也代表了我们从心轮到太阳轮的一种打开。那我们正在首先是耀眼的被爱，再者就是因为爱你们将会闪烁。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由内而外的爱和美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青春活力，以及充满洋溢的自信或者是阳光。好，很美的一组信息。下面我们洗一下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来看一下在这个10月章当中我们的整体运势信息是如何的。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卡牌。我们的2张牌首先就飞出来啊，2张侍从牌。好，一张权杖，一张金币啊，权杖侍从和金币侍从的正位。看一下我们的10月。整理一下啊。好，我们看到第3张 Seven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逆位的金币7号。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这边飞出来 Temperance 节制牌。我们再看最后一张卡牌是什么 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的逆位。好，这个月份当中，宇宙会送给第3号牌的朋友回报啊。我认为在整个的这个10月里边，有非常积极和有动态感的信息啊。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出行，你们有可能会酝酿一些新的计划，有可能关于工作、关于赚钱、关于未来的储蓄。个别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打算启程去远方，或者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也跟你们的事业创意相关联。那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看到2个金币牌的逆位啊，这是一个会有花销的月份，也代表的是个播种的月份啊，因为我们中间看到是 Temperance， 所以在之前一个阶段啊，我们以这个阶段为一个节点或者起始点。在上一个阶段到我们的这个10月为止，有些朋友在等待的事物正在缓慢的形成，所以你们会感受到有一种过去的一些愿望和过去的一些事件在慢慢的发生，甚至在你们不经意之间发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而个别的朋友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里边呢，你们也会投入更多的能量去进行这股学习和这个能量的综合。就是我们在得到一件事物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要去付出相应的耐心和能量。所以这个月份也是帮助我们去修养我们的能量，再次播种的月份。有个别朋友呢，在月中到月尾是有一定的支出的，这些支出有可能是关于旅行、投资，或者是为你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成就感和可能性的。节制牌其实也代表了一种缓慢、慢慢来，或者是一种深刻的疗愈。在这个10月里边，一些朋友你们会开始去注重和疗养你们的身体，平衡你们的阴阳能量，并且呢，你们有可能会把注意力从理性的计算，理性的去展开计划等等慢慢的转移到一种跟宇宙相关联的感知。因为当你们感知的越多，有可能你们显化的也会更快更好。金币6的逆位虽然我们看到的是给和付出不平衡的一张卡牌，但是在这张卡牌当中呢，虽然是逆位的，我们看到一个无限的符号，也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会有一种收回之前以往的债务，或者说有可能在之前有一些人对你们是非常不错的，你们在回馈你们在反哺等等。所以这个信息也代表了宇宙永远是平衡的，并且支持我们去做一些平衡的动作、平衡的选择。如果一些朋友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感受到付出的太多，然后比较疲惫，没有收获，那从10月开始到12月，绝对是第3副左牌朋友收获的月份。而且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其实是偏向于更乐意去满足、容易满足的。所以当看到一定的收获的时候，你们就会拥有非常强烈的信心去继续播种了。我们这边看2张大天使的卡牌大天使的翅膀在你们的身后，那并且呢，这张 Temperance 代表了一种阴阳的平衡和调节，所以一些事物会阴转阳，阳转阴这个意味代表了过去一些卡住的或者是偏向于被动偏向于一些就是说隐藏的事物，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浮现出来。那阳转阴也代表了以前一些比较旺盛的事物，或者说我们不得不过度投入关注的事物，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止息下来。所以呢，这张牌也代表了让我们的第3副左牌朋友弹性的进行一个收放自如。那整个月份里边，有可能一些朋友会在月尾的时候等一些消息，或者说有一点点的急躁和急不可耐。当然了，宇宙也会适时的给予我们相应的答案。所以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整理和处理的一些事件会更快的，甚至是更稳定、更顺利的被帮助到解答和结果。那也看到呢，一些第3副牌的朋友最近这个月份当中会是你们在财务上重新要做出计划的月份，平衡支出和做一个长期的财务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月份当中在争取新的机会不管是事业上还是感情上，都是非常可以说是得力不过唯有给这件事情以耐心和一定的，有可能是在心量上、能量上一定的付出和给予，有可能这个种子会更快的幻化出美好的结果。我看到有一些事物是一体两面的我们看到这个 Seven of Pentacles， 当我们看到果实，当我们看到树叶或者说枝芽的时候，也代表了这个根基上我们也有一定的果实，好，正在恒久的被孕育，这也是永久的勋章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不管你们在等待什么，不管什么样的事物来临的不够快，你们的投入永远都是有相应的回馈的，在对的时间它会浮出水面，会被你们看得到、用得到，会让你们感受到快乐和荣耀。所以希望这种感受可以一直陪伴着第3副牌的朋友星座上，土象星座、火象星座射手座的朋友会来到这一组，土象摩羯、金牛、处女。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在感情方面能量是如何的。看一下我们10月的爱情运势，第一张就金币10的逆位我们再继续抽一下 Judgment。 Oh my god， 10月的爱情Nine of Wands， Nine of Swords，OK， The Lovers。 10月的感情在每一组当中，感觉10月都是一个蛮重大的月份不管是我们的个人能量的调整，还是在感情上的一定的发展。
当然，其实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讲呢，这个感情的运势相对来说是友好的。我们 clarify 一下，这边出现的是力量牌。好，一些朋友啊，有可能因为工作，有可能这个感情对象也是你工作当中的合作伙伴啊。总之，你们最近的沟通有可能到了一个节点，你们有可能必须要去沟通好，或者说整理好你们一些问题，以及有可能你或你的伴侣在目前的事业发展轨道当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需要对方啊来相互厘清。这个月份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厘清的月份啊，我们可以看到 Judgment 也代表了很大的改变，代表了身心灵的一次蜕变和提升，也代表了你们正在往更高的目标去寻找自己。我们在爱情里边寻找自己也是永恒的这个课题和主题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张宝剑十的时候啊，配上我们这边这个天使卡，有没有？好，这个被天使承托的人是你，而这张牌是什么？ Ten of Swords， 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你们再往下一个阶段去向前行，有可能你们会看向远方，不会再回头。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一样啊，容易做出一些断舍离的判断，也有可能比如说一些事物，我和对方呢纠葛蛮久了，摩擦蛮久了，我要放下这些事物，以新的方式去搭建这个感情，不再纠葛和纠结。所以更多朋友啊，不管是稳定关系还是暧昧关系、拉扯关系，你们的感情都会非常有力的向前迈进一步，而这一步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啊，有可能会决定了未来的半年甚至更长久的一段时间，你们的感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我认为这是有利于第三组朋友的发展状态，原因在于宇宙在将你推向一个个人觉醒啊，甚至是情感觉醒的重要的岔路口。当你们看到的什么是真我的什么时候，有可能你们会重新判定什么是真爱，你们也会有自己的方式去整理、去经营、维系和吸引这一段爱。所以我认为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洪荒之力仿佛打开了。这边有2张10号牌啊，一张金币10的逆位，一张宝剑10的正位啊。其实这2张牌放在一起，有一种淡淡的断舍离，或者说我不再和旧有的人事物过度的牵扯。因为什么？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正在去寻找一个光辉的更加独立的并且拥有光芒的自己，或者找回自己。那在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呢，我认为这个月份里边啊，你们会有一种开窍的感觉，就是家庭也好，周围的亲朋好友也罢，事业也罢，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是你的阻碍。所以当你们想要去发展自我，比如说学习一样事情，精专一样事情，往前发展一步的话，你们会听信自己内心的声音，甚至这种坚决和这种独立会唤醒你的另外一半来支持你，并且呢，有可能这会是你们关系更好的一次打造的方式，让对方再次领略你的魅力。也有些朋友现在这个稳定关系是有点纠葛或比较疲惫啊，比如说长期的柴米油盐让我们比较疲惫，我们要考虑太多的问题。而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重新的找回那个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你永远在被爱着。再者就是真实的你啊，拥有光芒和光辉，不能被掩藏。所以有可能你们会表达你们真实的态度和意愿。有一些朋友在亲密关系当中，有可能反而会引起对方的瞩目和注意，重新被告白，或者说仿佛重新陷入热恋一般啊。我们看到10号的宝剑和猎人牌同时出现，也代表了一些朋友啊，你和对方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吸引力重新被点燃了，你们又重新恋爱了一次。那这个是稳定关系啊。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会在这个关系里边强势付出和强势输出，当然这种不是一种压制，而是一种能量的爆发和体现。所以我看到你们在解决的一些事情，在往你们想要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在暧昧啊、拉扯关系不明确的朋友，或现在淡淡的分手再断联啊，这个月份是一个分水岭的月份啊。如果前一个时间或漫长的一段时间你在跟某一个对象拉扯，这个月份有可能宇宙在告诉你，要不然就是2个人大跨步进一步啊，进入一个真正的相互认爱的状态，要不然就是你会去以你的方式寻找你美好的人生，因为这一切在被宇宙重新的安排。所以我看到一切安排都是合理的，并且是符合第三副组牌你们内在能量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判断和选择，宇宙要告诉你们啊，这个力量牌坚持你的判断没有问题，你的直觉是对的，而且呢，在不遥远的远方啊，这个真爱在等待你。我们看到 Ace of Cups， 很美的一张卡牌。我们再看一下 Three of Wands。Nine of Cups， 一些断联的朋友啊，尤其是由于物理的或距离的问题，以及有可能因为当下2个人之间目标不一致的一些问题，在发生摩擦的这个月份是比较容易解决，
这个解决有可能是两个人呢都重新的冷静下来，回归到原点，会给对方输出美好的情绪价值。所以一些旧人呢是可以回归的。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回归的旧人，就把它真的当做 history 一个历史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月是历旧而迎新，真正的一个重要的月份，我们在往一个新的历史上的大的时代的转折和转换。所以很多第三组的朋友我看到爱恨的纠葛有可能不会在这个月拉住你，反而会让你更强烈的产生一种愿望，是寻找到美好而圆满的珍贵的自己。好，那我看到一些在分手的过程当中的朋友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机会去复合的。这个要看当下这个现实问题是否能够解决。我看到在爱情这件事上，你们其实已经懂得和理解，比如说这个人有可能是真爱，或者他是否是你的真爱。这个模糊的状态会在10月结束的，大家的这个大脑都会变得更加清晰、聪颖，以及有可能会注入更高频率的能量我们这边看到宝剑1号，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反而是想要有一点独处想要自我孤立，或者说这个时候想要去排解一下当下周身的各种能量，做一个整理和净化。所以你们有可能呢会有一点点的希望自己是独立的，但是并不孤独。金币5的逆位代表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现实的问题，非常需要化解，所以这也是你们在这个月着重去思考这个部分。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是复合或者复联，有可能你们的感情升温是非常快的，甚至在未来有可能很快会得到这个承诺，或者说你们的关系会进入一个契约关系的状态。因为我看到这是一种相互奔赴的真爱好，是一个绝对的吸引力。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单身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月是否有比较好的机会往前走一步呢？ Two of Cups in reverse， 时间还没有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在洗周遭能量的时候，然后你们在被天使很好的保护着，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觉得一般人好像很难走进你的身体很难近身。原因在于你们当下整个的这个能量场在被一个光球保护着，所以有可能呢一些嘈杂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个缘分不深的人或者说反而是负能量的人接近不了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在感情上有可能第3副牌的朋友会觉得为了想要脱单或希望去恋爱，但有一点点青黄不接的感觉到有一些人他们并非是那种对的人，但多少也会有一些这种邀约撩拨或者说有一点半真诚不真诚这种沟通的信号我认为在这个10月当中，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找准你们的魅力重点，去发挥你们的魅力。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就是你们走向舞台中心的开始。所以你们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伴侣会被宇宙送到你们的身边。我看到呢，有可能在未来的10个月左右，9到10个月左右虽然这个时间漫长一点点，但是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爱情一旦开始了，首先是双方都是在能量上震动上非常高频率的人，再就是对这个人是跟你非常相辅相成的一段真爱。所以我认为呢，第3副牌的朋友，真爱是值得等待的，也是值得大家用这个当下的时间和精力去酝酿你们的自我能量的。你们的魅力和你们的珍贵的有可能是智慧和财富，值得被非常重要的人去连接。好，这是宇宙以及要给你牵红线的这一方的神灵给你的指引。圣杯的9号我认为除了情感和爱情以外，你们在人际关系上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圆融，你有可能会寻找一些艺术美或者说你们这个自我外形建设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者说事物，来去让你们的生活被装点得更舒适更快乐。你们的愿望容易达成有可能你们喜欢的人也会回应你们，但这个月份当中是爱情的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过去阶段的终止点和未来一个阶段的起始点。而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经营我们的生活，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扎根的位置和有可能深度是非常重要的。这边我们看到卡牌也非常有趣黄色这个月份当中第3副牌的朋友是打开太阳轮的时候，有可能黄色是你们的幸运色黄色粉红色，会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被天使照福，得到蛮多的快乐或者说一些惊喜的礼物的。
好，让自己去快乐，让自己去放松，你们是值得这份美好的能量来到你们的生命的。这个能量的到来也预示着在未来一个阶段，你们将会走向一个全新的魅力大道全新的情感的篇章也将会为你们重写啊。好，我们看一下天使在情感上告诉我们什么。 Counselor OK 咨询师你是一个天然的指引者， You are a natural counselor and many people benefit from your guidance and reassurance 你是一个天然的拥有可以说神圣这个雷达管道的人，因此你身边很多的人会得到你非常宝贵的一些意见和指引，甚至是守护所以没有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就是大天使的一员你们是天使的一员所以你的身后永远都有天使的支持，甚至你们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讯息、灵感，或者说突如其来的一些感应等等。在爱情上，我们抽到这张卡牌代表了听你的内心的声音天使会指引你和告诉你如何去应对，然后如何去选择，或者如何去整理我们的情绪。好，这个部分当然了，第三副牌的朋友，你的个人意念，你的个人的想法是中心的所以是以你为中心的。当你产生某一种意念和感受的时候，天使才会回应你。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非常好的军师，非常好的这个倾听者有可能你周围的人非常喜欢找到你们跟你们去聊一下心事。而如何排解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个情绪，或者说一些多元的复杂的能量场，也是这个月份的主题。所以首先呢，你们需要做一个净化，当然天使也会帮助你们，大家可以连接天使去做冥想。这张牌也代表了在情感当中其实听你们的内心的声音就够了，这个声音已经足够让你们拥有这个智慧向前去走了。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非常独立，而且想到了你们会坚定的去行动的。所以其实在找爱的这条路上，你们知道你们如何去寻找，或者说哪一条路才是走向你们真爱的路。我认为这个旅途里边你们会收获非常丰盛，除了收获我们在感情上的这个圆满和真爱以外，也有更多的课题大家正在完完全全的突破。好，这边这个 Judgment 也代表冥王星冥王星在这个月份在恢复顺行，在下个月份又会换座到水瓶座，并且会停留20年所以其实这个月份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起承转合的转吧这个转动的月份祝福大家在能量转动的时候有天使的陪伴和保护，能够拥有更清晰的一个抉择和决策以及视野，去显化美好的幸福。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事业和财富方面能量是如何的。我们再整理一下卡牌，第一张就飞出来了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王后的逆位。看一下我们的事业我们看到的是 Death 死神牌，我们再继续抽一下。好，第三张 Three of Cups 圣杯3号的逆位。好，我们先飞出来的是 Two of Wands 权杖2号的正位好，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财富能量是怎么样的好，飞出来了，看一下。我们出现的还是力量牌耶，很好第三组的朋友在这个10月到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一种全身清爽的感觉。那过去堵住你们的一些事物，卡住你们的事物，甚至是卡住你们去提升、上升、加速这些问题将会被宇宙清理。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等待机会蛮久了，等待升职加薪的机会，等待展示自我的机会，甚至一些朋友是等待去调任或者说等待转职的机会。
这个10到11月，我看到你们的心愿将会达成，而且有可能会超乎意料的好，有可能这个解法是超乎意料的完美。对于我们第三组的朋友来讲呢，在整个月的月初，有可能我们也要经历一些资源的变动，有可能你们周围的组织啊、人事在变动，有可能会有一些离散，更有一些朋友你们主动的离开当下的这个工作的团队等等啊，你们再去找寻新的机会。不管呢这个外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月中到月尾将会收获非常好、非常积极的信号消息，你们将会有对于未来非常美好的展望，而且这些展望呢，也将是你们去一展拳脚的时候。有些朋友如果在之前你们的工作上的发挥被卡住啊，有可能在这个竞争当中啊，没法拔得头筹。或者说你们在职业的发展当中走到了一个瓶颈，不得不去自我内在转换，这个转换在这个月份当中一定会达成，并且会成功。如果在寻找新的发展轨道啊，再去学习新的一些技能知识，然后再打算去再次升级自己或者转换我们职业赛道的朋友，这个月份你们的决策和行动将会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到死神和力量同时出现啊，这个其实能量比较强大，就代表了其实你们本身有冲破一切障碍的信心和能力。第三组的朋友其实是抗压力比较强的一组，一些朋友会说，喂，我很脆弱，我最近就情绪很大，这个其实比较正常啊，因为在最近这段时间呢，第三组的朋友我们看到很多土的元素啊，土星在逆行啊，有可能在你们的土星上我们的一些课题正在做文章，但好的就是呢，土星会在11月恢复顺行，那在我们的10月有可能它的这个相对速度会变得慢慢的缓下来到一个停滞的阶段，所以一些问题本身面临着收尾，你们也会看到未来可能的这个光亮和可能的这个图画已经进入了你们的眼前。整个的这个月份当中，我看到还是稳住的，并且如果你们累了，你们可以慢一点做，如果你们打算去做一些新的调整，你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周围的信息，再做出这种部署。但力量牌一旦出现，就是一种你们的光环，或者说你们的内在实力将一览无余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一个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可以再次去展示自己，再次跟周围去证明你们实力的时候了。那在前2张牌，我们看到2张侍从牌，也代表了其实在这10到12月，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做一些尝试，这些尝试将是美好的播种，将会是成功的。那在事业上呢，有可能最近人际关系或者说人员的变动会比较大一些啊。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对于你们来讲，这个周围环境的清理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出现的权杖2和力量牌是环境和事物在围绕着你们发生着更高能量的转动，并且在做好一个旧有的或者负面能量的清理。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旧有的模式啊或者人事物啊在一去而不复返。当然呢，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完全的诀别，或者说对方就是负面能量，我们就是正面的。其实我们这个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啊是主观的，因为我们以这个身体，我们以我们这个个体嘛，灵魂的个体再去感受这个三维世界的投影，但其实这一切是一个投影。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当你们去认准这个投影啊，是有你们的光彩，有你们的期待，有你们的个人能量的时候，周围将会为你发生正向转换啊，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显化。这个月份一些朋友有可能会突然出差，会被委以重任，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喂，我在做这个冷板凳啊，我很久都没有感觉到工作很顺了，工作压力和量是比较大的。那我看到在月末有可能你会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甚至是比较让人羡慕和瞩目的。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的实力早就被人看到，但有可能只是没有等到这个机会，而在未来的3个月机会就会到来。10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转折点，大家可以去尝试着把握一下机会。好，那在财富上呢，我们看一下啊，财富上 Judgment 这个月份是我们这个财富格局重新洗牌的月份啊。这个月份当中，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去置换你们的一些资产呢，有可能你们想要去搬家呀，或者说换居所啊，换车呀等等，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出现啊。因为我们的卡牌呢有没有交通的这些信息之类的？当出现 Judgment 的时候，我认为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价值观念在转换，你们有可能打算去活跃的运用你们的资产。有可能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啊，如果有债务问题的话，在月尾是可以被解决的，而且被很好的解决。
那有更多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我看到你们在做的是一个很大的计划，计划得财，所以在这之前有可能不免要有一些投入，甚至是对于人际关系和周围的比如说组合呀、组织啊、合作这个能量的一些铺陈。不过这些铺陈有可能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讲非常重要，在未来的半年到1年的时间呢，你们有可能会争取到这个财富格局的扩大，因为你们周围有天使的保护和加持啊，所以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财富上反而是可以在某一个阶段有非常高的转折。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稳定工作的朋友啊，你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在未来是否有一些，比如说转换你们职业发展轨迹，或者说做兼职、做副业的机会啊，这个是考虑或者说这个思想的建设和决定完成的一个月份呢。这个月份 Eight of Wands and Nine of Cups， 一些朋友你们会去有花销的。这个花销可能是情绪上的满足，有可能是你们要为周围去添置更美好的一些，甚至是新的这个物品，其实也带有新的能量、高的频率啊。有可能我们在置换我们周围的一些物品，有更多朋友你们的这个办公，或者说我们在投资上这个投入啊，工作上这个投入是比较大的。我看到这个投入会让你更有自信，更加自信昂然呢。当然如果是在投资方面，比如说我们在独立的做工作啊，我们在做兼职，我们在看我们这个财运怎么样，财运非常的好，以及会非常快的有可能会有金钱的进入，当然也会有非常快的一些投资或者说金钱的流出。这个月份是让财像水一样来，像水一样走，并且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水库啊，财库去积累它的月份。所以我看到按照常规的方式去运作它，第三组的朋友不会失败，不会失落。然后看到你们的投资应该也是有非常好的收益的，或者说即将在未来的几个月拥有比较好的属于你们的回馈了。所以这个月份当中，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担心的地方并不多，或者说你们需要去转换你们担心的心情，让它变为一种勇气和丰盛，去更快的显化和合一外部的这个结果。好，财运方面我们这边不担心。那我们看一下学生朋友啊，也有些朋友其实你们的一些财务的危机和债务问题将会在未来的1个多月当中解除啊，我看到有可能是1个半月左右是会解除的。好，学生的朋友金币3号，看一下我们这边出现的是隐士牌耶，然后这边我们一起出现的是愚人牌，不错。好，学生朋友在这一组里边啊，我感觉到你们对于为这个学习和前程和未来啊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是你们会有一种那种偏好的有一种这个主观偏好的影响，就有点偏科吧。比如说喜欢哪一科会投入非常多，不喜欢哪一科有可能想要无视它。而这个月其实是能量中和和重新达到一个 balance 的月份。这边有金币3呢，你的团队合作呀，或者说你的这个小组作业啊，你和同学之间这种沟通应该是还不错的。所以其实你周边是有人来帮助你做这个平衡的。比较好的就是如果这个月在做一些比如作业呀，做一些课题的研究，你们是可以专心的，也可以真正的吸收到能量和知识，这是真正的吸收到知识的一个意味啊。不过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不要偏科，不要去忽视或者说逃避一些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当下这个月份也是第三副牌的朋友去综合的整理你们的当下这个学业或者说整体这个个人发展的思路的时候，那未来呢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很多朋友你们会觉得有可能有长辈和你的意见是相左的是相对抗的，然后你们其实会有一定的叛逆心理，因为你们心中创造力非常强大，所以你们想要去用自己的方式体验以及创造这个世界，这个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但主要的就是这个猎人牌的逆位我们如何让周围跟我们合作，而不是跟我们对抗。所以有可能这个当中也体现了我们要有一种组队的精神团队的精神和比如说这个长辈也好，这个老师这个教授也罢，他是我们团队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有可能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跟对方进行一个合作和联通，会给我们第三组牌朋友带来能量好，如果遇见了比较严苛的长辈，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稍微乖一点点，有可能我们在这边呢会得到还不错的一定知识的吸收，或者说稳定的待遇以及稳定的成绩，好吗？
有考试的朋友啊，这个月份我觉得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只是有可能你们需要去避免一些交通上的问题，或者说比如说迟到啊，或者说忘记一些事情，忘记一些用品等等啊，要做好提前的准备。那个别朋友呢，在月尾啊，有可能头脑有点晕晕的，然后整体这个月有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头晕晕的，因为我们这个三维跟五维在进行一个合一啊，我们的能量或者说时间以及有个磁场，其实都在很大程度的发生着转变和移动。那我们人类在适应它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生理上的不舒适，这个正常的啊，特别是需要动脑的人群啊，包括了工作当中的朋友啊，所以这个月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要整理好我们的思路，再去做一些判断。好，这是给学生朋友的啊，也包括了在跟人的沟通里边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天使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到是 detox time，OK， 排毒时间到啊。Release toxins from your body, mind and diet， 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思想当中的、饮食当中的毒素给清理出去，排毒的时间。所以这边呢，其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啊，作用于我们的这个物理身体，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当然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能量啊。我们能量是跟这个脉轮，我们所有的这个穴位啊在转动的。OK， 所以呢，注重我们的饮食，注重我们的身体，注重我们当下这个生物钟和作息时间非常重要。当然了，这个 detox 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思想当中的，所以这个我们周身的能量的清理非常重要。一些朋友你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时间进行一个阶段的素食啊，几天的素食或者是排毒，或是可以去饮用一些天然水之类的啊，就少喝一些有添加剂的化学成分的饮料。那我们说什么是高频率的食物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划分一下，越是纯天然的，添加越少的，我们这个食物的能量越是淳朴，它越是频率啊简单，或者说频率高一些。当然呢，就是蔬菜呀、水果呀、食物都有它的种类和类别，我们这边就不做细分了。注意大家的饮食。第二点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比如说我们在平时使用的，在穿着的，最好是贴近自然一些，轻便一些。色彩上，这个月份推荐大家黄色、橙色、粉红色，有些男生朋友大家也可以选择相对颜色清淡一些的衣服，比如说白色呀、淡蓝色呀、淡灰色等等啊。那关于清理我们这个 mind， 我们的意念，我们吸收的所有的信息都会在我们的顶轮啊，然后需要我们头脑进行处理的全部都会在顶轮。所以第三个牌的朋友啊，注意你们正在去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包含了每天我们打开手机简讯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啊，有可能我们需要短暂的进行一些冥想，去清除一些能量，停止我们大脑过速的运转，这个也是一种排毒啊，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需要的。我们一起加油啊！时常的或者说偶尔的为我们的身体做一些这一方面的能量的补充啊。我们这边看到节制牌，大家会有一种重新焕发生机和有活力的感觉，可以尝试一下。当然这个呢也会作用于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看到是工作的卡牌嘛，所以如果在职场上有一些人他们是有一些负面能量的、有毒的，或者说有一些事物让我们感觉非常沉重的，这个排毒时间到啊，我们看到一个钟啊，所以这样被清理啊，你周围的一些负面能量在被清理中了。所以这也是比较好的消息给到我们第三组朋友。最后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信息给到我们。圣杯十的逆位，然后宝剑2号和宝剑骑士。金币8的逆位，我们再抽一张啊。宝剑4的逆位。对待你们周遭的一些事物啊，第三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已经忍了很久了，这一组有一种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感觉啊，该动手时就动手。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去使用什么暴力啊，这个动手的意思就是该我们去解决的一些事情，这个月份不要拖延。而且我觉得一些朋友啊，有些事情越是拖，有可能越是会加重他的一些恐惧感和阴影。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当然这个简单度有限啊，有可能一些事情本身它就蛮复杂的，我们要去一点点处理。但是其实去行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我们在心理上首先去拔除这个障碍，
那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月份是快速的去清理一些旧有问题的时候，因为清理的时间已经到了嘛，所以一些我们遗留的，我们在这边需要解决的，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居里边需要去断舍离出去的事情啊、事物等等，我们都需要进行这个整合，这个是需要我们亲自动手的。这边有个宝剑2号啊，我认为一些朋友啊，你们内心当中会有一些声音，有可能会干扰和影响到你们。或者说应激的会让你们去做出啊，我是不是应该更快的去做好？我是不是应该规避一些可能性的损失和障碍？这些恐惧的声音呢，其实是你们内心的另外一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需要摘开你们的眼罩啊，用双眼去观察一下你们周围的环境。我认为其实环境有可能比你们想象的更加开阔和乐观一些。这边出现金币8和宝剑4的逆位，一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修养和修整了。如果这个月还需要身体上的修养和修整的话，给自己一点时间，当准备好的时候，你们的行动能力会非常高。其实有的时候拖延代表了我们的心力不足，我们这边正好大天使牌是一颗心的卡牌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能量当下还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对待一些事情有可能是不太想做，或者说不太喜欢，不想听，或者应激性的会去反抗。当我们的心力足够的时候，我们会承载更多，我们有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当成一个有趣的游戏啊，一个3维世界有趣的事情，我们会去过关它、闯关它等等。所以这个要让我们第3副牌的朋友啊，更多的积攒你们的能量。我认为有可能你们周围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家人呐、伴侣呀，或者是工作，会在某一种程度上削弱我们第3副牌朋友的能量场，有可能在吸大家的能量啊。为什么？当你的能量更高而又集中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个体啊，如果你在面对一个能量比你低的事物，或者说你在带动一个事物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疲劳和疲惫。那我们这个办法是什么啊？好，用我们这个一念，用我们这个光的一念来带动所有的念头。只要我们在光当中，只要我们被守护着，你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会顺利的。如果是不顺利，那有可能是需要我们修整一下，再次做出新的行动和计划。所以我认为呢，这其实是一个立体的课程。那第3组的朋友啊，最近这个灵性上的突破呢，也会是一个转折点。我认为有些朋友就是身心俱疲的那种感觉。针对灵性，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整个的磁场和能量场在进入一个有可能是更高频率的、更高维度的合一啊。我们可以看到你和天使的距离超级近，超级近，所以也会从侧面带给我们一定的这种磁场上的这种电波上的影响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但是很好的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拥有足够的智慧，所以等待一个对的机会去行动绝对没问题。你们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啊，因为我们在等待这个 detoxing time， OK， 我们在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好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啊？从灵性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抽到这边这张卡牌，好，我们看的是 Emerald Tablet Activation。好，我们看的是一个翡翠的翡翠荧光幕正在被激活。这是一个在古埃及希腊的神圣的炼金术士的，可以说是工具以及咒语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宇宙正在去显化，或者说这是正在被宇宙下单的，这是非常神奇和神秘的古老的智慧文化，甚至是这个古老的炼金术啊。宇宙正在帮助你去加大这个显化。这颗这个翡翠的 tablet 啊，翡翠荧光幕嘛，需要跟我们这个有可能是古埃及的金字塔和一些风水相做连结，然后呢可以去打开一些神圣的开关。但 anyways， 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有可能接触过，你们有可能在累生累世的修习当中呢学习过，但这张牌其实无疑代表的是一种跟天使能量的合一啊，跟宇宙能量的合一以及下载嘛。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下载的讯息啊，所以你们是可以下载到这个炼金术的古老智慧的啊。所谓这个炼金术智慧，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它不只是所谓的点石成金啊，它也是把巨大的宇宙智慧、高维智慧带到这个星球，并且进行一些建设，进行环境的整理等等等等啊。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有可能是在累生累世的学习当中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的，以及你们有可能是光之工作者，你们有可能在当下顶轮在当漏非
非常多宇宙的智慧和信息。那在这个月啊，我看到一些朋友有可能他的力量比较大，有可能这个脉冲比较大，你们有的时候头脑有点宕机，但不要担心啊。我们三维用头脑运作，但其实本身我们在用我们整个的脉轮这个能量场啊，以我们的脉轮为中心的这个能量场在运作的，起码灵魂是这样的，起码我们在脱三维和物理的状态的过程当中，我们整体的灵魂姿态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组朋友，你们的灵魂在向着光起舞啊，并且呢，你们是这个光的中心啊。我认为你们的显化在被开的非常大，就有一种你们在开的很大的感觉。好，当这个光被激活之后，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的这个觉醒，或者说你们这个觉悟的感受和感知能力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期待这个慢慢孕育的过程。那第二张牌呢，我们抽到的也是一张指引卡，今天的指引卡都跟灵性非常相关啊。这个10月、11月就是灵性觉醒的月份啊，因为我们这个水瓶世代、九子离火世代正式的打开了。我们看到是卡牌是27号啊 ，Phoenix 凤凰牌嘛，凤凰涅槃，配着这一个。有没有这个密码的传输？有没有一种那个大门即将开放了，然后一种能量在升级的感觉啊？我感觉这个能量有一种让我们就是双眼被晃住，然后就震耳欲聋的感觉。当然了，其实这个是在能量场上的一种扩张。所以首先也恭喜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已经完成了一次灵性的完全的觉醒和涅槃，并且呢，你们周遭啊真正连接到了神圣的大天使在保护你们。如果周围有任何的负面的能量和信息的话，我们正在一点点的去突破它。当然了，这一切是以第三号牌的朋友你们的方式和最有利于你们的方式再去组合和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就是三维世界投影的一个显化。我们如何去投影它，代表了我们的心量当下在一个什么状态。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没有更多，就是你们以你们的方式去飞翔吧，在这个时代去飞翔吧，去展现你们。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会成为非常好的光之工作者、疗愈者，甚至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的人。好，这是一个更遥远的，好，甚至是比我们这个10月运势更深入一些的议题，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大众占卜当中进行讨论。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卡牌就看到这里，在这里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10月完成我们真正的这一个凤凰的涅槃完成我们当下过去的一些旧有的课题，你们在往一个全新的方向呢闪光和飞行，然后宇宙在无限的支持和为你们鼓掌你们拥有无限的爱和协助，好吗？好的，祝福大家。那天秤座的朋友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天秤特质的朋友可以点开我们最后一则影片来看一下，在生日月到来之时，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来帮助我们未来的一段时间1年当中来进行显化，给我们怎样的祝福。那再一次呢，感恩跟第三副牌的朋友今天的连结，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首先感恩以及祝福来到我们最后一则影片的天秤座宝贝们，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好运相伴，心愿达成，一切顺利。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在我们生日到来之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给我们未来的1年以祝福和指引呢？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指引牌，我们出现了35号我们看到的是 victory， OK， 成功所以我们看到一只圣杯，有没有所以我们相信在新的一个年份是成功和胜利的一个年度。那对于很多天秤座宝贝来讲你们有可能会有机会去庆祝、去分享以及去感受成功带给你们的喜悦。这个圣杯也代表了一个里程碑有可能一些天秤座宝贝在这一个年度当中呢，会取得比较不错的嘉奖，或者说你们个人的成绩，或者说在情感当中你们也会出现比较不错的机缘。当胜利出现的时候这个背后有胜利女神的加持，所以我看到过去你们积累的或者说经历的很多事物将会重新的融合，重新的融汇、组织、组合成为更美好的机会所以很多天秤座宝贝在未来的1年抓住机会，你们会有成功，或者说在某一个领域闪光、耀眼、夺目，甚至取得嘉奖的比较好的成果。这个丰盛的成果呢，是宇宙赠予大家的。我们天秤座宝贝呢，守护的星是金星所以金星其实本身也代表了爱与美，代表了成熟、丰盛和这背后的喜悦以及快乐然后
35号这个数字代表了，当我们去转换自己到最初的最本能的这种快乐的状态，你们将会发现这种胜利感是无限的。这也在帮助我们去做一个能量的调频提升和更高维度的显化以及合一。胜利属于大家啊，非常好的一张开头牌。那第2张呢，我们抽了一套这个自然卡，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股氛围将会涌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抽的是鲜花啊，是 love 爱，有没有胜利和爱？我们天秤座宝贝有没有一种很被疼爱的感觉啊？好，这一个年度当中，你们会感受到很大程度的爱的滋养，有可能是情感关系当中呢，一些朋友你们的恋爱运势变得更好了，桃花开放了。有很多朋友呢，你们自然而然的会感受到你们在变得更加具有魅力和吸引力，在爱这件事上，你们会找到一种成熟和灿烂。去爱啊，也是爱这个天地，爱这个自然，爱你们自己本身的样子。整个这张卡牌代表我们天秤座的宝贝啊，有可能拥有机会再重新爱自己，重新去找到爱的过程当中的真谛啊，有这样的一次旅程和机会。好，看到有一些朋友啊，这个背后有一些正在凋零的花朵。好，过去的或者说旧有的一些故事和人物，多多少少会作用到你们的人生，但是他们的存在有可能在映衬着你们的风景更加的丰盛，你的人生在更加的完整，好吗？有可能不一定是完美，但它一定在更加的完整，甚至它在去激发你的生命能力。所以不管当下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爱的旅途啊，首先在爱这件事上，你们将会拥有更美好的一层体验再者就是呢，爱这件事情啊，永远都有新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一个年份当中，有一些天秤座的宝贝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比如说约会，或者说跟亲密关系相连接的机遇，这会给你们带来的是一种生机活力。我们看到有水有花这也代表了很多天秤座宝贝在这个年度当中呢，会感受到你们个人的生机活力指数在提升，你们在变得更加美好。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抽牌看一下我们这份幸运锦囊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第一张你就看到力量牌飞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幸运锦囊能量是怎么样的。好，我们这边飞到2张第一张是宝剑的10号，第2张呢是 Page of Swords， 宝剑的侍从牌。好，我们继续再抽一下。先出现的是愚人牌的逆位，看一下Tower in Reverse 逆位的塔牌。好 Chariot 战车牌，蛮不错这个整体能量好，让我感受到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天秤座的宝贝，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出发。就不管过去这个阶段我们取得的是怎样的一个成果，怎样的一个有可能是高度，或者说当下处在一个怎么样需要去转换的阶段。比如说我们过去的一些成果和事情它已经是过去了，我们当下要重新开始。这边出现宝剑10和塔牌，代表的有一些转折，有一些意料之外，甚至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平复的事件。但是比较恰当好处的就是当愚人和塔牌同时出现逆位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切呢是虚惊一场，反而我们当下再去做决定的一些事物，它的内在再有更多的信息散发出来，让我们去了解和清楚的理解这个旅途应该如何去建设。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天秤座宝贝，你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而且宇宙在为你们保驾护航，在保护你们去免受一些外界的威胁和洗礼，或者说免受一些突如其来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倾倒的塔带来的打击等等。有很多朋友在今年的这7、8月有可能就已经开始了一些新的项目和事业，
也有不少宝贝们在未来这个阶段正在去筹备着一个过渡和一个新的开始。你们的学习运是非常好的，而且一些朋友你们的出行运和这个事业的拓展运势比较不错。首先你们的身上啊带有这种胜利感的这个胜利女神的魅力啊，再者就是你们这种魅力和吸引感啊，吸引的能量吸引着一切的胜利丰收和瞩目，甚至也是爱。所以呢在这个年度当中，当你们已经找到了目标的话，需要拥有什么基本上可以去定点的进行显化。比如我要定点的显化一段爱情，我要去显化一个事业的成就，我要显化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结果 KPI 等等，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宇宙呢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Page of Swords 宝剑侍从牌啊，保持一种天然的觉知，天然的一个感受能力，打开你们的雷达，跟着你们的雷达呢去调整你们这个方向盘。那有非常好的一些意外的旅途和美景将会被你们收入眼底。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给到我们。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的逆位，好，女祭司的逆位啊，我们再抽一张。我们这个卡牌有点沉，哎，出现了教皇牌，哎 ，OK， 所以它出牌有点慢。那我们看到这个卡牌代表了啊，有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思维和智慧，以及你们在灵性提升上将会走向一个正轨。比如之前一直在一个摸索呀，然后在一个自我学习的阶段，有可能这个年度当中呢，你们会有非常明确的，比如说我想进入哪一个门类，我想进入哪一个科目，我想去精修学习。当然这个其实是在专业包括灵性上的。我们出现教皇牌呢也代表了这个宇宙啊、高维啊，或者说佛祖啊等等啊，神灵、诸佛菩萨对我们的这个保佑。所以我看到很多天秤座宝贝啊，当你们失措啊，当你们再去祈祷啊，当你们在比较低谷的时期去进行祈愿，包含了去连接其他的宗教的神灵也好啊，扬声大师也罢，还是你们的祖先，这个一定是有非常强烈的作用的。这个作用在于会帮你们去厘清前途、厘清前程，而且这一切是有高维在保驾护航的。那我们看到女祭司的逆位和宝剑10，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情绪和判断的一些失误啊，有一些跌宕起伏，或者说有可能会给我们自身的内在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压力。这些压力呢会在这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因为这种明理、清晰和自信带来排解。也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头脑更加清晰一点啊，不太容易被卡在某一个循环，或者说某一种欺骗性的信息当中，然后你们有可能很快的就会分辨一些人事物，而且这会帮助我们呢去做更好的判断。我们看一下在情感上啊，有什么样的信息给到我们。好，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Nine of Wands 权杖9号的逆位。我们这一年的情感是什么样的呢？好，这边出现了 Four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4号的逆位。我们再抽一张啊，大家耐心等待我们的卡牌给我们提示。好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这一年度啊，我感觉很多天秤座宝贝你们属于那种高智啊，高智并且智性恋的状态啊。这边出现了宝剑的侍从牌嘛，所以第一个可能性是跟我们有感情连接的人是水象的。那在未来你们的这个连接当中呢，基本上对方呢会更多的理解到你的智慧，并且呢有可能会更深刻的想要去跟你进行学习。当然两个侍从牌也代表了一种试炼，比如有些朋友你们会有约会的机会，你们会有约会的经验，但有可能在感情上呢，你们还是会通过理性来进行判断，所以不太那么容易进入爱河。但是 Love 爱这张牌已经出现了，也出现了权杖9和圣杯4，这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将会突破过去的这个制限和界限，你们有可能将会在情感上行动和选择起来。比如说一些朋友啊，我看到天秤座宝贝其实都是人缘或者说桃花源比较旺的在这个阶段里边有可能
有人会走向你们的世界，让你们呢想要去选择一下，尝试一下。那如果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啊，金币2的逆位也代表了一种选择。你们有可能会从过去的这种审美模式和恋爱的模式当中呢改变过来，这种改变其实也代表了你们新一个阶段的觉醒和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看到恶魔牌的逆位是不沉溺于爱河，但是你们又会非常清醒的去享受那种爱和智慧的连结，甚至是相互的支持和帮助。当金币2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会做出你们内心的选择啊，比如说选择这种类型的对象还是那一种类型对象，选择这样去经营感情还是那样去经营感情。有的时候我们天秤座的这个选择困难，代表了我们是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我们需要在选择当中做各种各样的综合。而这个年度里边，我看到你们不会太卡住，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包括了恋爱的选择，不太容易冲昏头脑，或者说过于激动的、过于情绪化的做出让我们会有一点不舒服啊，或者说纠结的判断。这个年度呢，依旧是有人爱你们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和爱情的这个距离呢，会有一点点的疏离感，有可能你们需要让爱这个能量真正展现的时候，再一点点拉近这个距离。所以我觉得很多天秤座的宝贝，你们的爱情反而是理智的啊。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啊，宇宙在保护你们，经营你们的家庭和正缘，所以呢，有正缘或者当下在稳定经营这个情感的朋友，只是有的时候需要稍安勿躁一点，有可能要收敛我们有点急切的，然后想要一些事情快速达成啊，做得更好，或者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代做得更好的心态。我看到对方或者说你周围的人其实都在向着你的方向去生长，就你很像那个太阳，周围都是太阳花。那有很多天秤座的朋友在这个年度当中依旧是人缘很好，所以你们在感情上绝对是拥有很多的选择，或者说一些选择的。在我们的事业和财富上呢，宝剑骑士的逆位，我们直接抽牌了啊，权杖国王和金币1号的逆位，你们在事业上将会有一些转型的，不过我看到是更大程度或者说更大的一个平台的转型，所以有可能你们会更快速的去转变你们的视野，去挖掘一些全新的领域。在事业上，一些朋友你们会有可能去选择其他的一些行业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领域进行发展，或者说你们将会去做一些类似于周边的开拓。有不少朋友其实在事业上这一年会遇见一些转折的机会，也代表了你们需要去进行一些断舍离啊，有可能需要一些取舍啊。不过取和舍嘛，我们舍掉的是为什么？为了更好程度的去取到更好的这一枚金牌和金币。所以我觉得很多天秤座的宝贝，你们的决策能力和有可能眼界是比较高远的，有可能周围的人看不懂你们的行动，你们内心知道这个雷达在吸引着你们往哪个方向去前进啊。而且这一个眼光我觉得是非常锐利的。少数的朋友有可能会有有识之士呢邀约你们进行合作。在经济上我看到首先收入或者说你们这个财富的波流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毕竟看到力量牌和权杖国王。那这边我们看到金币1号的逆位是谨慎投资，甚至呢再去花销和产生一些项目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这边也是做好精密的计划，而不是过度的比如说头晕或者说头脑热。当然当我们有胜利的牌出现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周围的人会间接的变成你们的贵人，所以你们这个团队或者说你们在跟一些人配合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成功的。这个成功看起来也需要一点时间啊，因为金币1号它并不代表失败的播种，反而代表有可能这个种子在土壤当中埋藏，需要更多的一点时间。所以当权杖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不需心急啊，一步一步的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走和去做。我们在事业上的这个可以说已经走向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水岭啊，然后属于你们的这一片王国和土壤正在被茂密的浇灌着。那宝剑骑士的逆位也代表了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需要三思，需要思考一下。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啊？第一张牌，好，我们在告诉自己的是I will forgive， 我将会去原谅啊。我们看到有一只美丽的可爱的独角兽在接近我们的女神，有没有？就仿佛在安慰她，仿佛呢在进行一个非常美丽的沟通。这个沟通是什么？是一种释怀。所以首先呢，不管过去的一段经历一个阶段，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摩羯的时代经历过什么，
我们首先原谅都是在原谅自己啊，我们首先是从心轮上移除这个负面信息带给我们的影响和波及，再者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曾经来过我们的生命，我们感恩他们给我们的课程，选择原谅也选择释怀，是选择拥抱自己。所以这个阶段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净化清理再出发的阶段。我看到当我们进行了某一种原谅，这个爱的能量有可能会生长得更加茂盛，会更加的美丽，或者说结出更美丽的果实。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啊，第二张卡牌，我们看到是荆棘丛林啊，然后看到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卡牌43号。43号其实是一个内在学习啊，连接我们这边是35的数字，这是一个顺次的啊，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探索和探险。虽然说这个丛林的深处是什么是未知的，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这个小路啊，还有蝴蝶在指引我们向光的方向前进一步。所以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摸索，比如说摸索事业，摸索感情，摸索我们未来的发展，摸索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需要拥有的是什么。不过这场摸索和试炼呢，我看到是成功的。你们有可能会在丛林深处找到你们的奖杯，我找到你们的这个阿卡西的智慧，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这一切的指引啊，你周围的神圣的指导灵啊，你周围的动物指导灵和天使也在帮助你去算是趋吉避凶啊。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丛林的大门是有一点荆棘有点刺刺的，但是这个丛林的深处和内部啊却是向阳生长的，非常美丽的，而且像是这种万年古树的感觉。所以我看到这是一个挖宝的经历啊，有可能是挖宝的探险。不管这个探险是你们的内在，你们在找寻自我，还是说在外界你们去寻找人生发展的机会，情感的机会。这边的蝴蝶代表了雷士今生，你们都有这样美好的体察，所以你会拥有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智慧，也可以说是灵感，带动自我进入一个新的，虽然说充满不确定性，但又充满了新鲜感和惊喜，10000种可能性的一个旅途。好，这是这个高维的旅程在给我们天秤座宝贝们非常美好的指引。祝福大家呢，在新的这个阶段当中啊，感受到美好的信息和能量，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拥有开心、平安、幸福以及胜利。宇宙在保护、支持和指引着大家，非常的荣幸和感恩跟大家呢一起去连接这样的讯息，传递这样的讯息。再次祝福大家生日快乐，一切顺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